士饶命！我是你爹。乔九英望着眼前手持木棍，面上又气又无奈的中年男子，尴尬的挠了挠还在突突疼的后脑勺，扯开嘴角：爹，别打了呗，我嫁还不成吗？还闹不闹了？不闹，保稳定的。又在风言风语。来人，给小姐上妆。不多会儿，乔九英被下人伺候着，换上嫁衣，往梳妆台前一坐，望着铜镜中这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乔九英满头黑线。她是刚刚穿越的，她在调休度假期间被领导打电话通知临时加班，怨气冲天的她开车回程途中又被缺德地图带入沟里翻了车，穿过来发现自己成了伯府千金，这辈子终于拼上了高质量羊水，摆脱牛马人生，开局直达罗马。乔九英一时激动，忍不住发出了反派咯咯咯的笑声。结果原主爹乔远征以为是原主为了拒婚，又开始发癫，从后面一闷棍给他敲得两眼一翻，绝了过去。醒来时见乔远征还手持木棍等在旁边，乔九英急忙大喊壮士饶命，才勉强保住狗头。这里是大晋王朝，原主与他同名同姓，是荣安伯府二房的女儿，家族行三，从小就被老夫人当眼珠子宠，骄纵的无法无天。8岁那年，原主跟大房的庶出二小姐乔希云在荷塘边耍玩时起了争执，你推我搡间，二人双双落水，乔希云因此殒了命。老夫人勃然大怒，大房更是痛心疾首，此事本该问责二房的，怎奈原主醒来后坏了脑子，城市里疯疯癫癫，行事说话不着边际，府上就这么几个女儿，已经没了一个，只剩下大房的嫡出大小姐乔家月，二房的三小姐乔九和三房年仅2岁的四小姐乔之薇。说是乔九英再有个好歹，对乔家将来光复家族没有任何好处。大老爷乔明德叹了口气，最终并没有与二房撕破脸，只是把乔希云的生母周姨娘抬为了侧室作为补偿，此事不了了之。但也正因如此，乔九英的爹二老爷乔远征愧疚至今。老荣安伯育有3子，长子乔明德，次子乔远征，三子乔安和，三兄弟平日里就和睦。老荣安伯故去，乔家败落后更是同心同德。数月前，宫中传出选秀的消息，大老爷为了抓住机会，送女儿乔家月入宫，豁出老脸，开始上下打点，耗光了为数不多的那一点人脉。为此，二房三房也出了不少银子帮衬，这一折腾掏空了大半家底。然而花出去的银子全都石沉大海。早年间，因着故交关系，胜券正浓的乔家与当时刚入翰林的霍家定下婚约。谁料风水轮流转，先帝驾崩，新帝登基后，朝堂大换血，乔家盛宠不在，门庭冷落，而霍家趁了新帝用人之际的风口，扶摇直上。如今官拜正二品，户部尚书，门不当户不对。当年的婚约也只是口头约定，两家并没有指定嫁娶人选，更没有交换信物。乔家以为凭着霍家如今的家世，断不可能与个破落户结亲，这才另辟蹊径，想通过选秀为家族谋出路。谁料霍家不仅没有主动提出退婚，反而请了媒人上门要履行婚约。选秀那头，大老爷是彻底死了心，见霍家如此坦荡诚挚，便欣然应下了，开始着手准备女儿的大婚。万万没想到，选秀的事突然有了眉目，乔家彻底乱了。乔家月已经上了选秀名册，她若是再嫁去霍家，便是欺君。大老爷大夫人急得团团转。老夫人沉默过后，把目光转向了二老爷乔远征。乔远征当即明白了母亲的意思，站出来主动请缨，说让他的女儿乔九英替嫁。回去好好同娇娇说，莫要刺激她。另外再安排几个行事稳重的下人跟在身边调教。至于霍家那头，等今日过后，老身会亲自登门赔罪。母亲，使不得，此事因长房而起，要登门赔罪也该是儿子去。二弟，今日之事算长房欠了你一个人情，将来月儿若是有幸入得圣颜，大哥言重了，危机当头，我们三房本就该同气连枝，何况当年云儿的事，二房也有错在先，一直没能找到机会弥补。听乔远征提起乔希云的死，大老爷没再说话，老夫人怕气氛僵下来，又搭了几句枪打圆场，此事就此接过。乔远征回去后说了替嫁的事，原主听说要代替长姐嫁去霍家，又哭又闹，
死活不肯。乔远征一想到二小姐乔希云因他而死，二房欠了长房一条人命，如今在大是大非面前，女儿又这般拎不清，乔远征的怒火噌的一下冲到头顶。他让人取来棍子，把闹着闹着要发癫的原主给打晕了，想着趁人没醒，直接让喜娘上妆，等天一亮打包扔进花轿。然而乔远征死都不会想到，他那一棍霍府还没到，就把女儿打包先送去了地府，再睁眼这具身体便换了性子。乔九英看得很开，对方是光风霁月的世家公子，怎么可能会看上破落户家的疯癫小姐？等过了府，他再发疯，霍二公子发现新娘被换，定会一怒之下将她扫地出门。到那时他再光明正大回娘家就是。同一时刻的霍家也不平静，霍夫人带着下人行过穿堂，望着满院子被灯光照亮的喜色，只觉得无比刺眼胸闷，气堵得厉害。他不是霍老爷霍正廷的原配，然而当初霍乔两家定下婚约时，他已经入了霍家门，这桩婚事也有他的参与。但那时的乔家是天子近臣，风头无两，如今的乔家哪里还配得上霍家？偏偏老爷念旧情，总念叨当年是乔家拉了他一把，他才能走到今日。如今乔家没落了，他不能坐视不理，于是提出来要履行婚约。这一履行，就要把霍夫人的宝贝儿子霍寻给搭进去。霍夫人招手唤来小厮，问二爷在何处。小厮说二爷在书房看书。寻儿还是一如既往的秀衣律己。霍夫人内心的燥气散了几分，又问大爷在哪儿。小厮眼神闪躲，哼，又去外头厮混了。小厮将头垂得更低，不敢吱声。去把大爷请回来，就说关于大姑奶奶的事儿，我想与他谈谈。霍正廷的原配育有一子一女，儿子便是大爷霍随。霍夫人口中的大姑奶奶，正是霍随已经出嫁的亲姐姐霍宁玉。小厮提着灯笼找到霍随时，他正带着一帮人气势汹汹地朝着乔家而去。大爷，夫人有请。霍随的脸色有些不好看，他白天同几个兄弟约好去赌坊，结果才刚下马就被一头满街乱窜的人骑黑毛猪给撞得差点见了祖宗。更气人的是，骑在猪背上的还是个女人。霍随醒来后多方打听，才得知对方是荣安伯府的三小姐乔九英。霍随越想越气，白天没好意思出门，怕听到有人传他被猪撞。入了夜，打算带着人去乔家碰个瓷儿，没成想这才到半路就被自家府上的下人给拦了。滚！好像是跟大姑奶奶有关。回府。娘的娇娇呀，你这啥也不懂，脑子还不好使，突然嫁去霍家，可如何是好呀？我怎么听说你昨天出趟门还骑上猪了？猪马不分不打紧，将来可不能人马不分，骑到你那位婆母头上去呀！乔九英无语，不得不说冯氏是个狠人，原主疯癫又叛逆，孩童智商，一般越是不让他做的事，他越好奇，越要去尝试。冯氏这么说，看似在阻止乔九英，实则一早就知道霍家当家的季氏夫人是个不好相与的，这是在故意提醒他，一旦受了欺负，无需忍气吞声。娘，哎，冯氏鼻头更酸了，扑过来准备抱着女儿痛哭一场，却听女儿来了一句：骑猪挺好玩的。冯氏闻言愣住了，似是被女儿给整无语了。乔家大婚前夕换了新娘，注定是要得罪霍家的。看到大门外接亲的新郎官时，说好的霍二公子呢？怎么来的竟是京中出了名的纨绔霍大公子霍随？乔九英的视线完全被红盖头遮挡住，他看不到温嬷嬷等人的表情，却能明显感觉到周围的气氛不太对劲，有情况。温嬷嬷生怕他作妖，赶忙一把握住他的手。大小姐，这边请。到底还是心虚，所以连霍二公子为何不亲自来接亲都不敢问出口。然而就在乔九英一只脚踩进花轿时，等等，听闻贵府几位小姐平日里感情甚笃，怎么如今大小姐出嫁，三小姐却不出来相送啊？三小姐尚未出阁，不宜抛头露面，何况先前在后院，三小姐已经同大小姐道过别了。公子可是找我们三小姐有事儿？好，昨日骑猪窜街，今日就不宜露面了，这是敢做不敢当，缩壳里不敢出来了是吧？等你们三小姐出嫁，记得给霍家去张请帖。他不仅要收拾乔九英，还要嘲笑乔九英的男人。霍随这话再次让心虚的温嬷嬷几人垂下脑袋。已经上了花轿的乔九英没听到他们说话的内容，也看不到来接亲的正是被原主骑猪撞了的霍随，只是觉得声音略微有些耳熟。他懒得想，一上去就犯困，打个哈欠直接睡了。
霍随他之所以答应娶乔家女，完全是为了霍宁玉，他那位异母同胞的亲姐姐，早年头脑发热，放着京中那么多门当户对的世家公子不嫁，非要以死相逼，嫁给了蜀地的穷书生。结果书生在她怀着身孕的时候出意外死了。霍宁玉郁结过度，生产时不太顺，落下了病根。月子过后一直在服药温补，托人的病吃起药来是个无底洞。他夫家家境贫寒，根本无力承担。霍宁玉把自己所有的嫁妆都变卖了，还是不够。霍家这头没少接济他，可霍老爷是个两袖清风的清官，哪怕官拜尚书，只要不贪不腐，每年的俸禄都是摆在明面上的，要支撑一大家子上百口人的开支。霍宁玉吃的药又都不便宜，日子久了，霍家也有些扛不住。霍夫人开出的条件很诱人，只要霍随娶了乔家女，他就安排人把霍宁玉接回来，并且自己出钱给霍宁玉养病。霍夫人的娘家是江南富商，霍宁玉养病的那些名贵药材对他而言根本算不得什么。霍随自然是想姐姐回来的，于是一咬牙应下了。花轿没游成，直接去的霍家。乔九英被扶着过火盆，跨马鞍一路来到霍家喜堂。霍老爷他在看到进喜堂的是大儿子霍随，脸色就已经变了。人太多又不好在喜堂上发作，只能拿眼神询问霍夫人。此事怨不得妾身，是大爷思慕乔家女已久，昨儿个还托人四处打听来着。妾身与二爷商议过后，为保家宅安宁，索性成人之美，让大爷如愿以偿。霍老爷原本是抱着报恩心思主动履行的婚约，所以特地把自己最优秀的二儿子许出去，没想到半路竟然杀出个逆子来。霍老爷一阵头疼，可事已至此，总不能当众把新郎官换回来，只能将错就错，想着等事成之后他再亲自去乔家登门赔罪。随着赞礼官高亢的声音落下，新郎新娘就位，开始拜堂。宾客们满脸笑意，霍老爷和霍夫人面上也挂着得体的笑容，唯独站在一旁的温嬷嬷几人傻眼了。新郎官不是二公子吗？怎么没见他人出来？今日成亲的分明是大公子，二公子怎会出来？温嬷嬷眼前一黑，乔家为了让大小姐顺利选秀，不得已临时换了新娘，怎料霍家竟也来了这么一出，叛逆女嫁纨绔子，这下要出大乱子了。丝毫不知情的乔九英已经拜完了堂，有宾客起哄要霍随抱着新娘子送入洞房。霍随的耐心已经耗尽，可一想到还在蜀地受苦的姐姐，只能按捺住，拦腰将新娘子抱了起来。腰真细啊。霍随不认识乔家这位长女，也没听说过她的传闻，唯一的一点印象是在昨日打探乔九英的时候得知的，说乔家有4女，夭折了一个。长女乔家月花容月貌，性子端庄，端庄也行，至少安分不惹事儿。若是那个脑子有病的妹妹嫁过来，昨日敢骑猪撞我，明日就敢骑着猪上房揭瓦。霍随正想着，怀中的人儿突然打了个喷嚏，这一喷嚏把脑袋上的盖头直接给了吹开来。霍随原本平静的面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石化了。乔九英也是一惊，乔三小姐怎么不说话呀？我说话比同龄人晚。临时换新娘以次充好，乔家怎么敢的？乔家严选，绝对是按照大公子的水平给您精准匹配的新娘子。您要是再不满意的话，给我点钱呗。有错在先，你还想讹人？乔家便是这么教养你的。虽然高考交卷的时候把脑子一块交上去了，但我这个人还是略懂道理的。如果道理讲不通，我也略懂拳脚，可与大公子切磋切磋。那你若是要我为此事负责的话，那我的精神也略有问题。霍随他黑着脸，加快步子把乔九英送到新房里，扔洗床上，扭头就出去找霍夫人质问新娘被换一事。外院里，虽说乔家那位大小姐性子端庄，可临时换新郎官的事太过突然，待会儿盖头一掀，难保她不会闹起来。你多安排些下人去守着，别把事情闹大了，起码等宾客散去再说。霍夫人应声，正准备要出去，就见霍随黑着脸，脚不带风的从外面进来。你个逆子，不好好去外院陪客人，跑这儿来做什么？这一切都是你安排的？大爷这话何意？我怎么听不懂？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乔家也换了新娘子，才特地把我推出去？什么换了新娘子？母亲可知今日与我拜堂之人是谁？之前府上去过礼的时候，拿回来的庚帖是乔家长房长女乔家月，新娘子自然也只能是她。怎么有问题？庚帖没错，但人错了，来的不是乔家月，而是三小姐乔九英。这是不是中间有什么误会？乔家竟然把新娘
娘子给换了，临时换新娘子，还换了个脑子有问题的，乔家也敢？不行，我得亲自去看看。霍夫人说走就走，她本就对乔家不满，如今再来这么一茬，怨念更深了。乔九英睡得正香，门外的霍夫人敲急眼了，直接让婆子破门而入。夫人，这也太不像话了，哪有新娘子不等新郎官直接就请的？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就是可惜是个疯的。夫人的长相倒是耐看型，就是可惜我没啥耐心看。婆子瞧着霍夫人的脸色，深知主子是不好自己动手，索性袖子一撸，巴掌一扬，朝着乔九英脸上直招呼。乔九英往床榻里侧挪了挪，灵巧地避开了。顶撞夫人，你还敢躲开？你要是没有五险一金，你也能躲开。能跟我说说乔家为何临时换了新娘子吗？据我所知，我一无所知。可退一万步来讲，难道霍家就没有错吗？乔家是换了个脑子和精神都不太正常的新娘子过来，霍家不也安排了个成日里只知吃喝玩乐的纨绔新郎官等着？那么乔三小姐想如何呢？夫人有所不知，我这人其实挺热情的，有什么倒忙是我可以帮的，您只管开口。这句句有回应，事事没着落的沟通，饶是霍夫人再好的性子也被激出脾气来。夫人，跟我吵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也不必跟我掏心窝子，要不你直接掏钱试试看呢？不就是新娘子退不了货，要解决霍随的情绪问题吗？这事儿还用得着磨磨唧唧半天？都说乔家三小姐脑子不好，精神还失常，今日初见，精神状态确实不容乐观。至于脑子像是新的，不过也罢，能用银子解决的问题都不算是问题。谁让我娘家最不缺的就是银子？你开个价吧，给多少钱能去给大爷赔个罪？当务之急是要先把霍随炸开的毛给捋顺了，防止他大闹京都影响寻儿。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捋毛的人只能是始作俑者乔九英。500两成交。霍夫人生怕乔九英反悔，马上让自己的下人去取银票。这500两算是定金，你若是能彻底摆平此事，我可以再付你500两。包的。夫人等我好消息。霍夫人走后，温嬷嬷几人才得以推门进来。三小姐，您是不是见到新郎官了？见到了。他是霍随。咱们家大小姐换三小姐，我家二爷换大爷，这下可怎么办呢？认真说来，这桩婚事也算是阴差阳错。如今端看三小姐的态度，只要三小姐不闹，乔家再来个主子走走过场赔个礼，此事应该就能善了，大小姐也能安心入宫选秀，两全其美。出嫁之前，嬷嬷是不是答应过会满足我一个条件？是。那你去把我的陪嫁珠弄到房里来。霍随回来时，乔九英正大马金刀地坐在桌前吃饭。来一口不？霍随没搭理乔九英，走到衣橱前就开始收拾东西，准备睡书房。这间屋子他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然而衣橱打开，里面摆放着的却不是铺盖，而是一只绑了缎带打上蝴蝶结的黑毛猪。霍随一眼就认出这猪正是昨天撞了他的那只。祥子刚刚给大爷赔礼道歉呢，大爷就看在他态度诚恳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吧。祥子全名骆驼祥子，昵称祥子。他知道自己昨天闯了大祸，今儿说什么都要随我陪嫁过来，想当面给大爷赔罪呢。大爷气消没？那你让他给我磕一个。好说，祥子给咱大爷磕一个。衣橱里的祥子很快前爪一屈，跪趴下去，嘴筒子里邀功似的哼唧2声。不是，还真有人能驯猪。大爷还需要点别的服务吗？霍随意味深长地看了乔九英一眼。这个女人仗着脑子不好为所欲为的程度，跟我比起来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走硬的是不行了。心念一转，霍随走过去，坐在乔九英对面，愁着脸叹了口气之后，眼眶里就忘了一泡泪。大爷这是怎么了？你的祥子没错，是我错了，我从一开始就不该出生。如果我不出生，我娘也不会死；如果我娘不死，我也不会沦落到被后娘掌控的地步；如果我没有沦落到被后娘掌控的地步，就不会被猪撞；如果我没有被猪撞，今天就不用看猪主人的脸色了。好家伙，卖个惨这么溜，你是要考研啊？看得出来，大爷被此事伤得不轻，可你们这地儿没有医保，你又游手好闲，身无分文的，伤太重了没人给你报销，大爷保重啊！游手好闲怎么了？说明我淡泊名利，清新脱俗。哇，在赌坊里清新脱俗啊？你懂什么？我不过是跟几个好友闲暇小聚罢了。说什么赌那么难听，是家子的事儿。
能叫赌吗？以后我的事情你少管，记住没？记是记住了，就是想不起来。总之，我不管你们乔家有何目的，只要我不承认，这桩婚事就做不得数。祥子，上！霍随正一脸懵，就见那只身上打着蝴蝶结的黑毛猪前爪做了个急跑前的跑土动作，眼瞅着就要朝他飞扑而来。霍随顿时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乔九英，你要干什么？做售后服务啊，大爷不是对我不满意吗？我们祥子负责安抚客户的情绪，要是安抚完您还不满意的话，我这里还有终止客户呼吸的套餐，衷心祝愿大爷能有一次愉快的用户体验。你霍随颤手指着乔九英，还没等说句完整的话，就两眼一翻，原地安寝，望着直挺挺倒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霍随，乔九英无语了。那个逆子欺了我这么多年，从来目中无人，不把府上规矩当回事，竟然还有人能把他气晕。宛若捡到了宝，霍老爷的眼神都亮了，态度与先前截然不同。这乔家三小姐竟是个妙人，果然老话说得好，恶人还得恶人磨。那个逆子是该有人好好治他了。那老爷的意思是，堂都拜了，此事已无更改的可能，眼下唯有将错就错。霍老爷略作严肃地咳了一声。乔三小姐到底是个女儿家，我这当公爹的不好与她多言，你找机会好好安抚安抚她。至于寻儿，等将来有合适的姑娘再安排相看吧。霍夫人松了口气，只要不是把新郎官换回来，让他的寻儿娶乔家女，让他做什么都行。从前厅出来，霍夫人马上安排人连夜赶往蜀地接霍宁玉。这件事他打算来个先斩后奏，暂时不告诉老爷，否则以老爷的性子不一定会同意。其实霍夫人也不希望霍宁玉回来，毕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霍宁玉并非他亲生，只不过为了儿子霍寻，有些事他不得不做出让步。大爷睡醒了，刚刚要说什么来着？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粗鄙，有点伯父千金的素养。屋子里是起居坐卧的地方，不是猪圈。既然大爷不喜欢，那我发誓再也没有下次了。如果有，我就再发誓。霍夫人带着府医过来时，屋子里的这对新人，一个已经洗漱完，准备美美的睡上一觉，一个还坐在地上生闷气。看来这府医是用不上了。去蜀地接大姑奶奶的人已经出发了，等明儿天一亮，我便往娘家去封信，让他们尽快把药材备齐，争取大姑奶奶一到就能吃上。多谢母亲。霍夫人这才满意的带着人离开。次日一早，乔九英是被锦心的声音给吵醒的。三小姐，二老爷来了，霍家老爷和夫人这会儿正在前厅招待呢。您是心腹，得去敬茶。我爹来了，没事儿，天塌下来让我爹顶着。听说二老爷带了些金银贴补给小姐，要您自己去清点。好的。一炷香的功夫后，乔九英更衣梳洗完毕出了门，正好撞上回来取换洗衣服的霍随。Hello， 老霍，昨晚没睡好啊？你非要加个老字吗？我才19岁。你几岁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你加个老字，会显得我更嫩。三小姐，咱们快些走吧，别让二老爷久等了。乔家二老爷不正是乔九英的爹吗？他来霍家做什么？感觉有好戏看。霍随眉头一挑，也不着急回屋了。乔九英听到脚步声，转过头，就见霍随亦步亦趋的在他身后。乔九英，你贼眉鼠眼的盯着我做什么？大爷莫慌，虽然我的眼神比较有攻击性，但我的肉体十分窝囊，经不得一点风吹雨打，所以待会儿有钱我拿，有罪你受，事后咱俩分赃，分账，如何？罪我受着就有钱拿，干就完了。前厅里，乔远征除了给自家女儿带些贴补之外，还给霍家带了赔罪礼。然而刚踏入霍府大门，乔远征就觉得气氛莫名的怪异，下人们看他的眼神不对劲，霍老爷和霍夫人的反应也不对劲。当他拿出赔罪礼时，霍老爷和霍夫人不仅不收，面上反而整齐划一的露出了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我兄，昨日小女替嫁一事。话还没说完，就看到外面飞速闪进了一抹黑影。爹，我昨天又赌输了。6啊，不是哥们儿，为了点窝囊费，你颠得这么抽象吗？霍老爷一边打儿子，一边偷瞄亲家，担心乔远征会被霍随的败家吓到，开口把女儿要回去。婚事已成，如果乔家这时候把新娘子带走，霍家的名声就完了。爷，您不用担心，公婆对我很好，大公子对我也很好。那就好。不对，你刚说什么来着？什么大公子？我家娇嫁的不是霍府二公子霍寻吗？关大公子什么事儿？亲家，
你听我解释。随后霍老爷就巴拉巴拉把霍家这头换了新郎官的事大体说了一通。乔远征听完整个人都呆住了，难怪他入霍府大门以后，所有人看他的眼神都有些怪异。原来昨天的大婚不只是乔家换了新娘子，霍家也换了新郎官。乔远征一口气堵在胸口，他心疼自家女儿竟然在阴差阳错之下嫁给了京都出名的纨绔。古往今来只此一桩，可见是天定的缘分。亲家老爷也别过多忧虑了，我看他们小两口自拜堂到现在相处甚欢，我们做长辈的自该帮衬理解。是啊，亲家，我这儿子平时就爱撒点小谎，什么赌不赌的，他只是看着吊儿郎当，实则爱好读书。我实在是看不惯啊，他成日泡在书本里，怕他冷落了新婚妻子，才不得已当你面出手教训他的。随儿还不当场给你岳父表现一个？霍随当场表现了个阴暗爬行，乔九英生怕他颠出新境界，大步上前，一个手刀将他劈晕，回头对上霍老爷、霍夫人和乔远征瞠目结舌的模样。见笑见笑，我看大爷这症状多半是穷闹的，打一顿就好了。乔九英当着他爹一句都是穷闹的，惊得霍老爷马上让霍夫人取了1000两现银过来，又把霍家传家的祖母绿镯子给了乔九英，说是给儿媳妇的新婚贺礼。乔九英迟疑着没接。三小姐是不是嫌少了？笑话，区1000两而已，对我来说也算钱吗？那可是我的命啊！面上矜持，心里呲着大牙的乔九英已经在那怎么好意思使不得的推举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下了镯子和银子。乔九英收下镯子，就代表默认了这桩婚事。霍老爷松了口气，乔远征也松了口气。两亲家相互寒暄了几句后，乔远征单独和乔九英说了会儿话，把自己带的东西给了他。临走前，乔远征揉揉女儿的脑袋，让她以后没钱花就回娘家找爹要。府医给霍随敷药没多久，他就转醒了。担心像上次那样睁眼看到祥子的猪头，霍随只敢先睁一只眼，确定祥子不在后，他才敢睁开第二只。看到床头边机上托盘里整齐摆放着的500两雪花银，霍随一个激动，扯到背上伤口，险些想念19。乔九英就坐在旁边，见状拖着下巴凑近了些。你看我做什么？看你眼睛大，借用一下照照镜子，你随意。有颜有腹肌，我这个夫君就算是坨屎，那也是一坨赏心悦目的屎，起码能看。你爹给的1000两，按照约定分账，这是你的。5分，你确定？19也行，你1我9，成交。他原本对这个疯婆子是敬而远之的态度，没想到今日一通配合，就能到手500两，够给姐姐买一段时间的药了。对于继母林氏，霍随始终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敢真的把姐姐养病的事交给他。之前在前厅阴暗爬行的时候，霍随多少有些理解了乔九英平日里的疯癫行为，被逼急了，人哪有不疯的？因此他萌生了和乔九英长期合作的念头。要不考虑一下我们？了解。茫茫人海，你我相识也算一场报应，以后一起发癫吧。能这么顺利就达成合作共识，倒是有些出乎乔九英的意料。他打了个响指，祥子，我们走。霍随住的是厢房，乔九英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把祥子交给兰心带去洗澡。他往软榻上一躺，准备补个回笼觉。不好了，祥子让霍家二小姐的人给绑了。霍家二小姐，也就是二公子一母同胞的亲妹妹。先前奴婢给祥子洗了澡，想着带她去后花园晒晒太阳，把身上的毛发吹干，不巧竟然碰上了霍二小姐。然后呢？然后霍二小姐很生气，得知祥子是小姐的爱宠后，更是直接让人把她给捆了，送去后厨，说中饭要吃烤全猪。那黑毛猪可是三小姐的心头肉，霍二小姐要真敢拿去烤了，咱家这小祖宗发起疯来，说不准还真能把霍家房顶给掀了呀。三小姐，要不老奴去看看吧？嬷嬷就别去了，你心脏不好，一会儿别吓到。走，跟我去会会霍家这位二小姐。后厨外，厨娘战战兢兢地磨着刀。听说那黑毛猪是大奶奶的爱宠，二小姐真要将其宰杀吗？本小姐今日就是要吃烤全猪，我看她能把我怎么着，给我宰了那只畜生。二小姐，好像是大奶奶。什么大奶奶二奶奶的？等意识到婢女说的是谁，他迅速转过身，正对上一脸微笑的乔九英，仿佛做错了事被大人抓包的小孩。霍芊芊的眼神不受控制地闪躲了一下，
但很快他又重新扬起下巴，挺起胸脯，露出一个自认为凶狠的眼神，一手掐腰，一手指着乔九英。刚来我们家就又是放猪又是发癫的那个人，是不是你？敢问二小姐有何指教？有你这么当新娘子的吗？别人家的媳妇贤良淑德，早起是给公婆敬茶，你呢？你跑到前厅发癫，还把我大哥打晕了，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羞耻之心？别拿我跟别人比较，他们档次太低，没那必要。再说了，我身上凭什么要装满你说的那些优点？我不累吗？你乔九英弯下腰，从厨娘手中拿过菜刀，指腹在刀锋上轻轻刮了刮。二小姐刚才说想吃什么来着？烤全猪。那就没得商量了。哼，你什么档次？也敢跟本小姐讨价还价？来，想吃烤全猪的上前一步，老子现杀，谁都别唬我，干翻世界！他是真疯啊！年轻人，你别太年轻了，你给我记住。记住什么？你别管记住什么，你就记住。他才说完，霍芊芊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这时，院外忽然传来一把清润的嗓音：“芊芊，二哥，你今日怎么有空出来了？”“听闻你在此处，我便来了，跟我回去。”“好。”芊芊只是个孩子，你怎么能用菜刀吓唬她？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话可就不能这么说了。早上在前厅我容忍你胡闹，那是看在老爷和乔家故交的面子上，你给我适可而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具体什么情况还得看情况。乔九英，人生有觉尽情睡，莫使枕头空对背。霍夫人气得心梗，回去缓了半天都没缓过来。二爷呢？二爷去后厨把二小姐接回来后，就一直待在书房没出来。听到儿子如此勤勉，霍夫人总算得到了一丝安慰。我前些日子在文墨斋订的书应该到货了，你去取来，给二爷送去，让他尽快看完。回头我要请先生出考题的。婢女应声退下。霍夫人喝了口茶，从乔九英那带来的怒气一点一点慢慢平息下去。眼下的重点是要盯紧寻儿不能放松，等将来寻儿功成名就，让林家跟着脱胎换骨，我的任务才算完成。回门这天，管家早早就把车马和回门礼安排妥当。大奶奶，夫人说了，为免婆媳见面彼此伤心，让您安心回娘家。横竖离得近，想在娘家多待几日也行。那怎么能行？婆母对我那么好，我一日不见如隔12时辰，得回，晚上就回，回来一定第一时间去见他。管家嘴角抽了抽，听说二爷是国子监最优秀的监生，大爷为何没进国子监？是不喜欢吗？你懂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能不用就不用。娇娇这2日在霍家过得如何？那边可有人欺负你？提起这个，乔九英就来劲了，捣蒜似的点头说有。冯氏顿时皱起眉，谁欺负你了？新婚当晚，霍家竟然换了新郎官。冯氏正想宽慰女儿，却听温嬷嬷在一旁给她翻译。新婚夜，三小姐把姑爷气晕了过去。冯氏宽慰的话忽然卡在了喉间。新婚第2天，他们家二小姐就想宰了我的祥子做烤全猪。三小姐拿着菜刀发疯，说要干翻所有人，把霍二小姐给吓哭了。事后婆母不问青红皂白就来找我的茬，实在是太欺负人了。霍夫人被三小姐气到翻白眼儿，直到今儿早都没有缓过劲儿来。那着实挺欺负人的。跟在乔九英后面下车的霍随跪去喊了声岳母。冯氏看了他一眼，心情有些复杂。来了就好，先进去吧。老太太啊，让人备了宴席，就等你们2位正主了。娇娇，你长姐明日入宫，早前说了想单独跟你道别。知道了，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单独去见姐姐。到前厅时，老夫人和长房3房的人早就入座，乔九英带着霍随给长辈们一一行礼。演技不错，演出费记得结一下，谢谢。好。乔家是将门世家，倒是没那么多的规矩礼仪，但为了迎接这位出身书香门第的姑爷，头一次饭桌上食不言，因此整个宴席期间几乎无人说话。饭后，女眷们纷纷回了后院，霍随留在前厅陪几位老爷喝茶。乔九英被乔家月拉着回了闺房。
乔九英被乔家月拉着回了闺房，说绣房刚把明日入宫选秀的衣服做好送来，要穿给乔九英看看。乔家月刚换好，丫鬟朱云就神色怪异的进来，说薛姑娘来了。薛姑娘，薛莹是乔家月的手帕交，想来是得知她明日入宫选秀，特地来恭贺道别的。阿莹，乔家月笑着抬头，打招呼的话才刚出口就戛然而止，因为薛莹今日身上穿的衣裙和乔家月的一模一样，甚至连发髻和头面都如出一辙。阿月，我那日去绮罗坊，无意中看到了你们家正在赶工的衣服，好美啊！天秀娘说是你的，我一时喜欢，就找人做了套一模一样的，今日特地穿来给你看，怎么样？是不是很惊喜啊？薛小姐，你出门不喜欢带脑子吗？我只是单纯觉得这套衣服好看，想着凭我和阿月多年的关系，做一套跟她一样的，彰显姐妹情深。先前入宫去见丽嫔娘娘时，娘娘还直夸好看呢。乔三小姐，我是哪里做错了吗？阿莹，你胡闹也要有个度。这套衣服是我入宫选秀要穿的，你做了一模一样的也就罢了，还穿去宫里让那么多人瞧见，那我明日怎么办？对不起，阿月，我不知道这是你入宫要穿的衣服，我只是一时兴起。好家伙，他还委屈上了。薛小姐，你出门不喜欢带脑子吗？我没有。你带了？薛莹弱弱的点了下头。哦，带了脑子，那你就是故意的。我明白了，你是话本里见不得别人过得好的恶毒女配。乔三小姐，你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在好姐妹最重要的日子里偷偷穿件跟她一模一样的衣服，还舞到正主面前的。你要么是脑子有病需要喝药，要么就是故意的。怎么样，薛小姐，选一个？我是真的。你是想说自己不知情，那就更好办了。听闻丽嫔得宠，往娘家烧的料子，前些日子给你做了几套定制的新衣，你身形和我长姐差不多，你带我长姐去挑一套最好看的来，让我瞅瞅你的诚意。那些可都是好料子，我自己还一件都没穿过呢。否则我明日就骑着猪上街，宣扬薛小姐人前姐妹情深，人后恶毒善妒。你别那样看着我也老大不小了，碰到讨厌的人再藏着掖着，不直接开骂就不礼貌了。薛莹是哭着离开乔家的，乔家月的眼睛肿成那样，是没法出门了。乔九英让她的丫鬟朱云跟着去薛家，取了一套华丽适中的蝶恋花锦绣裙回来。乔乔，刚才多亏了有你，姐妹那么多年，我今日才知阿莹的心思竟如此复杂。是张姐你太心善了，把所有人都想得太过美好。这世上多的是嫌你贫怕你富的人。如今在宫外，薛莹还只是想要你出丑落选，等入了宫，那些人想要的可是你的命。张姐以后得多长几个心眼才行。乔乔何时懂这些了？我不是嫁人了吗？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已经过来了。又开始胡言乱语。今日之事就当是入宫前给我的预警，我会牢牢记住的。薛莹怕是不会善罢甘休，她知道霍乔两家婚约的真相，日后一旦捅出来，会对长姐极为不利。你入宫后要多加小心，尤其是那个丽嫔。至于宫外，我会想法子摆平的。为了给我替嫁，我家娇娇短短数日，竟然被逼着成长了这么多。乔九英默默叹气，她嫁入霍家，要提防应付的也不过才一个霍夫人而已。乔家月入宫，面对的可是从青铜到王者的全段位选手，稍有行差踏错，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从后院出来，乔九英又去见过老太太，这才辗转去往前厅。爹，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发生什么事了？闺女，不是我们不肯说话，实在是家里穷啊。乔九英一头雾水。本来嘛，新姑爷回门，长辈们跟他唠唠嗑，再正常不过。可先前你大伯才刚起了个头，姑爷就问我们准备聊多少钱的。乔九英不用想都知道，定是霍随为了防止乔家长辈问东问西，又不好让他们闭嘴，才故意这么说的。好，用钱拿捏乔家是吧？那他算是捏到软柿子。最终，乔九英这个富家小姐和穷鬼姑爷霍随，在乔家人谁也不敢随便张口的静默注视下离开。马车最终在霍府大门前停下，车厢内，霍随刚要挑帘，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气喘吁吁的怒吼：乔九英，你给老子滚出来！你骑猪撞他身上了？有没有一种可能撞他妹身上了？需不需要我帮忙？不了，但凡能用钱解决的问题，我都解决不了。就是你欺负我妹妹，你也不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几斤几两。抱歉，我的尿哑光带磨砂，照不了一点。你们家的教养呢？别对我大呼小叫的，我从小就怕狗。把他的车给我拆了，
我看他下不下来。乔九英翘着的二郎腿放了下去，终于知道急了。下一秒，乔九英的那只脚从车窗内伸出来，鞋底照着薛定谔的大脸，就是一个大逼斗。狗咬你，你不急？你敢踢我？虽然我看起来没素质，但事实上就是这样。不服来干！薛定谔哑口3秒后，默默站了起来。转身的刹那，委屈的眼泪止不住的流。望着薛定谔远去的背影，乔九英不禁对霍随发出疑问：你说薛定谔这小玩意儿的名字是谁研究的呢？霍玄刚从国子监下学回来，就碰到了薛定谔带人在霍家大门外闹事。性格所致，他本能的想上前帮忙，却没想到乔九英先一步出了手。霍玄只得站在马车外目睹了全程。他还没正式见过乔九英，可乔九英不论是拿起菜刀护自己的爱宠，还是二话不说直接抬脚踹闹事者的行为，都给他留下了深刻且震撼的印象。这世上竟然有女子能彻底无视规矩枷锁的束缚，活得那样肆意明媚。霍玄这一耽搁，回府的时辰便比往日晚了1炷香的功夫。照例去霍夫人院里问安时，霍夫人的脸色十分不悦。今日怎么这么晚才回来？霍玄不敢直视母亲严厉逼视的目光。迟默，你来说，敢有一句假话，即刻发卖。夫人，先前大理寺少卿家的公子来找大奶奶的茬，二爷的马车被堵在后面，一直进不来，所以……哼，大门外那么宽敞的位置，能把你们的车给堵了，到底是车进不来，还是人进不来？母亲，寻儿，你太让我失望了。母亲莫生气，都是儿子的错，我不该一时贪玩在大门外看热闹，耽误了回房看书的时辰，生母亲伤心，是我不孝。我只是个技师，又出身商户，这10几年来为了你，花费了多少心血，遭了多少人的白眼，就盼着你能够早日出人头地。寻儿，你要记住，你身上背负的可是林氏全族的希望，是万万不能有一丝的松懈的。10多年了，从记事起，小到他的1日3餐必须吃什么，4季衣服必须怎么穿，哪个时辰必须回到家，哪个时辰必须看哪本书，大到他必须结交什么朋友，不准与谁走太近，全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没有一样是他能自己做主的。只要稍微有一点没做到位，就会惹得他娘生气。其实霍玄不怕被罚，他怕的是霍夫人会通过惩罚自己来惩罚他。记得有一次，霍夫人亲自下厨给霍玄做了点心，他那日没什么胃口，说放那儿一会儿吃。霍夫人见他半天没动，一把抓起碟子里的点心就拼了命往嘴里塞。霍玄至今都还记得他娘被点心噎得面目狰狞，还有不断往里塞的窒息画面。他不想忤逆母亲旧事重演，站起身来，霍玄道：母亲保重身体，儿子这就去看书，今晚会多看半个时辰。已过几日不是休沐吗？既然家里静不下心，干脆去普陀寺听慧能大师讲佛法。好。霍老爷下衙回家，才得知霍夫人安排了霍玄过2日去普陀寺。他沉思了会儿，既然要去，那就一起去，让人去晚香居知会老大一声。老爷，我让寻儿去普陀寺是为了静心，防的就是这颠公颠婆。老爷一向不管霍随，怎么竟突然想起来让这根搅屎棍跟着去了？怎么不好办？佛门乃清修之地，禁荤腥，里头的斋饭小菜怕大爷吃不惯。霍夫人这一说，霍老爷倒是想起来了，他入官场第1次晋升那年，曾经带着全家人去寺庙礼佛过，当时去的就是普陀寺，还在那儿小住了2、3日。一开始几个孩子都挺乖巧，不哭不闹，等吃饭的时候，霍随就跑没了影。霍老爷急疯了，请了寺里的僧人帮忙一起找，最后在方丈的荷花池旁边发现的霍随。霍随刚把方丈养的锦鲤徒手抓上来，眼冒绿光就要往嘴里送，还是方丈一声小施主嘴下留情，才勉强免去了那条锦鲤被生啃的厄运。那个逆子当年确实荒唐，既然如此，那他就更应该去佛祖面前赎罪。都成家的人了，还成日里吊儿郎当的像什么样？对了，让乔氏也跟着去，帮我监督监督那个逆子。拗不过霍老爷的决心，霍夫人只能吞下这个哑巴亏，让自己的大丫鬟去晚香居跑了一趟，把去普陀寺的事说了。霍老爷为了让他们提前适应，特地让后厨把晚饭做成了不沾荤腥的全蔬菜宴送来。霍随正满头问号，旁边的乔九英却露出了善解人意的笑。
晚饭多吃蔬菜，有益身体健康。寺庙里的僧人们就是这么吃的。太健康了，端远点。霍老爷派人来监督着。霍随最终还是不情不愿地吃下了那几盘素菜。乔九英假装打了个饱嗝，等霍随出去后，悄声问锦心：让你给我弄的鸡腿弄了吗？兰心姐姐已经做好了，正在灶上温着呢。小姐是否要现在吃？动静小点，让兰心把鸡腿装严实了，送我屋里来。锦心点点头，出去后瞄了眼东厢房，没有开门的迹象，这才狗狗碎碎地去了小厨房。乔九英吸溜着口水，他则是坐在桌前，以最快的速度解决完2只鸡腿，然后一抹嘴走到窗边，悄声问：霍随没发现吧？没发现，赶紧的，挖个坑埋了。锦心，锦心，还有好吃的吗？就让我悄悄吃肉，饿死所有人吧。还吃啊？让大爷发现怎么办？那就把它跟鸡骨头一块埋。一个了字还没出口，原本只开了一条缝的窗户被风彻底吹开，霍随高大的身影就这么闯入乔九英的视线，手上还捏着包鸡骨头的荷叶。汗流浃背了，兄弟。怎么买？不狡辩一下吗？你就说你想不想吃吧。葱姜蒜都安排上，多加点辣，谢谢。4日，小姐不能再睡了，昨天那个薛公子又来了。来就来呗，理他一下算我输。薛公子扛着一把5尺长的黄金大剑，说是昨个回去后连夜让人打出来的，要用它斩了小姐的脑袋，为民除害。什么？你刚刚说5尺长的黄金大剑？兰心被他吓了一跳，愣愣地点了点头。纯金吗？不能是镀金的吧？尚书府的正大门平时不开，乔九英从角门出来的。哥，早知道你还有扛剑追仇家的技能，你扛他干嘛？扛我呀！我不仅会锁敌，还会咬人。你几斤？我们公子的剑几斤？自个没点数吗？我是比他沉，那他有我剑吗？一句话给对面干沉默了。能吃能拉的剑，少来沾我们公子的边，真晦气。嘿，能吃能拉怎么了？我吃完拉完更贱。乔九英，看剑！乔九英一个潘周丹走位避开，顺势一脚踹在薛定谔的大肥屁股上。昨天被踹脸，今天被踹屁股，薛定谔丢不起这个人，恨得牙根痒痒，却又无可奈何，索性抱着剑趴在地上，原地入睡。还看剑呢？神经！你这种治好了也是流口水的料，拿来吧你！拿到手后，乔九英直接上嘴咬，果然是纯金。仇没报成，还丢了件装备，薛定谔鼻孔都气歪了，怕乔九英发起疯来，直接脱裤子拉他头上，最后只能骂骂咧咧的带着自己的人走了。乔九英在大门外跟薛定谔打架的事传入了霍夫人耳朵里。当时可有外人？是有不少人路过啊。这个乔氏可倒好，自从嫁过来，成天正事不干，惹祸哪都有她。去把大奶奶给我。话音还没落，外面就传来一声欢快兴奋的母亲。霍夫人一听这声音，血压更高了。明明长了张漂亮脸蛋，却没半点女人味儿，更像是乍富的乡下土丫头，气质没跟上，大大咧咧，疯疯癫癫。母亲觉得这把剑如何？霍夫人之前都听婆子说了，是乔九英从薛定谔手里抢来的。她的额角突突的跳。乔氏，你可知道薛家在宫里有个大理寺少卿的官位，好像差了公爹老远吧？他们家竟然能随随便便就拿出这么多黄金来打造一把毫无作用的纯金剑。黄金哪来的？铸剑师傅被迫连夜赶工，总不能是因为热爱工作吧？以薛定谔的尿性，师傅们多半是受了威胁。那么在满是王公贵族的京都城里，薛定谔区区一个4品大理寺少卿家的公子，是仗了谁的势？行事如此张扬跋扈，目中无人。乔氏，你休要顾左右而言他，谁让你招惹薛定谔的啊？我忘了说，我长姐今日入宫参加选秀了。昨日回门，乔九英去见老太太时，老太太让她先别声张，说此事等来日乔家会正式登门请罪。薛莹闹成这样，乔九英深知来日已经来不及了，他必须在薛莹捅破之前拿捏住薛家的把柄，先发制人。没想到瞌睡就有人递枕头，大清早的，薛定谔跟个花果山在逃大母猴似的，扛着把柄就送到了他手上。你说
乔家院入宫了。没错，我长姐一开始就参加了初选，只不过中间出了些波折，导致乔家以为落选，才会应下霍家的提亲。那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大婚前一日，我们家委托办事的官员才把入选的消息送到，所以这才是乔家换新娘的真相。本来此事只要我们两家把口封严实了，外面是不会有人知晓的。毕竟最后成亲的是我和大爷，谁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我长姐和二爷有过婚约。可坏就坏在薛定谔的妹妹薛莹是我长姐的手帕胶。薛莹知道整件事情的真相，她昨日还特地去乔家让我小小的整治了一下。话到这里，霍夫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薛定谔找上乔九婴，并不是属疯狗逮谁咬谁，而是为妹妹出气来了。本来嘛，乔家在这京都城里已经没什么名望了，受罚就受罚，我们脸皮厚倒也没什么。只是二爷他的欲言又止，让霍夫人虎躯一震。是啊，乔家人死不死跟我没关系，可我的儿子不能受一丁点的牵连。如今再来争论谁是谁非，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眼下要紧的是尽快想办法让薛家闭嘴。母亲，那这把剑暂时留下，且容我再想想。我相信母亲可以的，这一次属于你的一定要全部夺回来。乔九婴回到晚香居，打算进屋睡个回笼觉，才刚走到庭院里。原来你嫁入霍家是因为正主要入宫？大爷是想听真话还是假话？那自然是。假话是什么？我对大爷一见钟情，非你不嫁。真话，真话，我要听真话。真话嘛，我说话难听，我先走了。你说，我倒要听听有多难听。那当然是为了我长姐才嫁给你的喽，总不能是图你年纪大，图你腰不好，图你这个小破院子能长跑吧？你说你惹他干嘛？果然姜还是老的小的辣。霍老爷头疼了那么多年，无可奈何的纨绔儿子，我家小姐三两句话就给整治了。这一晚，霍随翻来覆去没睡着，把自己的书童芝墨喊了进来，问他：我年纪大吗？如大。我腰不好吗？如好。芝墨这瞧里瞧气的语气是怎么回事？你杀人让乔九婴看见了？依小的看，大奶奶白天之所以那样说，多半是因为大爷读书少闹的，大爷多读2本书就好了。片刻后，芝墨连人带书被霍随从东厢房扔了出来。小姐，刚刚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窜过去了？大黑耗子吧。出发去普陀寺的前一夜，霍老爷单独让人把乔九婴叫去了外书房。早前你母亲与我说了你们家换新娘的真相，其实乔家让谁嫁过来，对霍家而言都无所谓。我之所以主动履行婚约，是为报乔家这16年的提携之恩。不过如今看来，嫁过来的是你，反而是件好事。乔九婴假装听不懂，回了一个憨批挠头。你是第一个能治住我那孽障儿子的人，我一直希望他能读些书入仕途，可惜每次提及总会加深我们父子之间的隔阂。九丫头，此次去普陀寺，我希望他回来能有所转变，你能帮我这个忙吗？父亲，您有所不知，我平日里只是嘴巴贱了点，其实我是个老实人。只要能让那孽障有所转变，你怎么老实怎么来。姨老实，求放过。霍老爷就知道这丫头会推辞，所以提前把后路都给堵了。乔九婴若是正常，他反倒不放心把霍随交给他了。对待特殊之人，自然要用特殊的法子，那个逆子就得乔九婴来治。乔九婴站起身告退。这件事就劳九丫头你多费些心力了。此次去普陀寺为期3日，出发这天一早，霍夫人就母鸡护崽似的亲自把霍寻护上了马车。乔九婴甚至有理由怀疑，若非此时霍老爷也在，霍夫人可能都不会让霍寻跟他们一道走。对亲生的这么严格，对继子却放之任之。乔九婴瞬间明白霍随的纨绔是如何炼成的了。这不是明晃晃的捧杀吗？普陀寺那边我都安排好了，这3日你给我安分些，再惹祸打断你的腿。乔九婴本以为霍老爷口中的安排是指提前跟寺庙打了招呼，请住持大师清寺之类的，
然而到普陀寺之后，俩人傻眼了。凭什么他能带下人，我俩就不行？阿弥陀佛，个人有个人的缘法和修行，两位施主的修行与这位施主不同。乔九英总觉得这话有坑，但又说不上来哪不对劲。等到了客院，他才明白过来。什么？早上要挑粪浇菜，中午要挑水浇菜，晚上还要挑灯夜读才有饭吃。这是霍老爷特地跟住持大师打过招呼的。这破地方谁爱待谁待，也不伺候了。霍随那暴脾气一上来，转身就往外走，却在看到门外站着几个铜头铁臂的武僧后，立马老实退回来，跟小沙弥商量。那粪是非挑不可吗？只能是霍施主亲自做，才能算完成修行，否则这位女施主也会跟着受饿。谁他娘的修行靠挑粪啊？霍施主，你该去挑粪了，否则午饭只怕是……乔九英嘴角微抽，我这位公爹是懂得搞事的，让霍随这种世家公子来挑粪，挑不完规定的量，我也得跟着受饿。好家伙，本以为是寺庙修行，哪成想是上寺庙求生来了。领路的小沙弥离开后，那几个武僧便守在外面原地入定了。这种情况，跑路的可能性直接为零。没有丫鬟伺候，乔九英挑了间厢房，进去后把换洗衣物放好，出来径直走到院门口，询问武僧粪池在哪。霍随选了乔九英对面的厢房，刚要进去躺尸，就听到这番话：不是，你要去挑粪？刚才小沙弥说完不成每日任务没饭吃的时候，这女人一句话都没说，我还以为她会跟在家里时一样，白天装作无事发生，到了晚上跟我一起偷吃。我难得一次跟上了她的天马行空，疯婆子怎么突然正经起来了？没办法呀，总不能真的跟着大爷混，3天饿9顿吧。前2日才嫌我年纪大，嫌我腰不好，今日就嫌我连顿饱饭都给不了他了。不就是顿饭吗？谁还吃不起了？哼！他疾步上前，跟着武僧就去找粪池。乔九英望着霍随远去的背影，眼底露出得逞的坏笑。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普陀寺的后园种了一大片菜地，菜园里所有的菜，霍随必须自己挑粪自己浇，浇完才能换得一顿午饭。下午还有水要挑，粪池外，霍随吐得昏天黑地。粪池面前还能这般淡定，大师可是有何秘诀？心中无念，自然无畏。虽然超脱不了一点，但突然之间腰部疼了，腿部酸了，仿佛一口气能挑2桶粪的干劲是怎么回事啊？3亩地浇完时，寺庙刚好到午饭时辰。霍随回去后，把自己关在浴房，险些把身上的皮都搓下来一层，才彻底把味儿冲干净。又累又饿一早上，最终换了4个大白馒头，1盘炒豆芽，1盘炒笋，外加1碗白菜豆腐汤。以往对这些菜从来不屑一顾的霍随，今日却像是看到了稀世珍品，坐下后就迫不及待，狼吞虎咽起来。夫君吃完了吗？你想干嘛？出门前父亲交代了，要给寺里捐些香油钱，我没钱，自然只能找你要了。香油钱应该在霍寻那儿，我去拿。霍寻的院子就在隔壁。霍随过去时，他刚吃完饭。真不愧是国子监最优秀的学生，父亲最重视的儿子。放眼整个大晋，读书读到这份上的，也就你一个人了吧？大爷，现在是我们二爷的看书时辰，您要没什么事的话，还请你家二爷除了睡觉，还有不看书的时辰吗？大哥找我有事？也没什么事儿。临出门前，父亲交代了，让你去捐些香油钱。我吗？有没有人告诉过你，像你这样读书，早晚会变傻子？霍学没吭声，会不会变傻子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若是不遵从安排，母亲会变成疯子。二爷，可千万别信了大爷的那些鬼话呀！夫人是管控的严苛了一些，可他做这些全都是为了二爷好。大爷他就是嫉妒二爷有娘管，才会故意说那些话恶心您的。不必理会他。大哥竟然到寺庙来挑粪，爹爹以前从来不会这么罚他的。乔九英，是不是你又发癫惹怒了爹爹？爹爹不好罚你，才迁怒了大哥。滚！乔氏，你怎么？你也滚！娘，这疯婆子简直反了天了，你快管管她。乔氏，你不准备解释解释吗？老爷为何罚大爷来普陀寺做粗活？
到底是他做错了事，还是你昨天晚上在老爷跟前说错了话？莫非乔是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让老爷开始对霍随上心，打算借着普陀寺之行历练霍随？不，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没错，夫人是个明白人，我明白你明白的意思。我也是明白人，明白人就应该明白我明白你明白的意思。只要大家都明白明白人应该明白我明白你明白的意思，这样以后大家就全是明白人了。乔九英，你在说什么狗屁混账话？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大哥，你总算是来了。他也太过分了，害得大哥被父亲罚，我和母亲心疼大哥，说了他几句，他就让我们滚。别理他，他有病。乔九英嗑瓜子的动作慢下来，想看看霍随为了霍芊芊会如何来讨伐他。乖，嘿嘿，下次心疼大哥就替大哥去挑粪。霍芊芊和霍夫人二脸蒙圈。乔九英爽了。那对母女离开后，哥们儿干得不错，奖励你的。我挑了一早上的粪给你换食吃，又帮你把爱人的人赶跑，就只值1粒瓜子啊？一粒不够的话，那就再加1粒。乔九英说着，动手又给霍随拨了1粒。待会儿还要去挑水，大爷不趁现在睡个午觉吗？担心我吃不消？不，我是担心晚饭我吃不上。霍夫人母女在隔壁霍寻的院子住下。母亲何时来的？我刚到没多久，隔壁那俩人没来打扰你吧？大爷来过，说是让我们二爷去捐些香油钱。除此之外呢？他还说了什么？大爷说的可难听了，他说像我们二爷这么读书，早晚会变成傻子。母亲，大哥性子向来如此，我不会把这些话放在心上的。你是不该放在心上，一个成天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来指导国子监最受学官重视的学生，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哼，再好的天资都少不得后天的努力。我家寻儿天资绝人，又如此勤勉，前途一片锦绣，无需与不如你的人分高下，免得跌份儿。霍寻点点头，说知道了。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觉得大哥说的没错吗？二哥这么读书，确实很容易变傻呀。霍夫人听得额头突突直跳。始末率先发现霍夫人的脸色不对，使劲给霍芊芊挤眼睛，示意她别再往下说。本来就是啊，哪有人整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书的？看那么多书都不出去走动走动，全搁脑子里，脑子睡不了觉，不就会变傻吗？霍夫人沉着脸，转身扬起巴掌就要打下去。霍芊芊反应快，一个闪身躲开，霍夫人的巴掌来不及收回，落在了柱子上，疼得她嘴角直抽搐。娘，打了他可就不能打我了。话完，霍芊芊一蹦一跳出了院子。母亲，不必管我，你先去前殿，别错过了慧能大师讲经。霍玄离开之际，霍夫人又喊住始末，让他给二爷拿个斗笠，说待会儿听大师讲经的还有女香客，意思很明显了，不想他儿子那张清俊俊美的脸被外面的女人看了。霍玄的院子和霍随的仅有1墙之隔，墙下刚好有个狗洞。乔九英和霍随趴在狗洞外吃了个完整瓜。乔九英摸着下巴，你这位继母挺变态呀。霍夫人明显是个鸡娃家长，对霍寻的掌控欲已经到了心理扭曲的地步而不自知。霍随举起手指敲他脑袋，是咱继母。有道理，咱继母挺变态呀。霍随看着他忽地笑了。乔九英憨批挠头，时辰差不多了，我去挑水了。霍芊芊过来的时候，霍随已经离开了。他进了院子，四处张望，发现只有乔九英一人。乔九英在树下铺了张席子，2只眼睛各盖了一片树叶，正躺在那儿睡觉。你这张嘴之前不是挺能叭叭的吗？现在我大哥不在，就变成哑巴啦？乔九英吹开脸上的树叶，懒懒抬头看霍芊芊一眼，仍旧没搭理。这种被人无视的感觉，简直比直接骂他一顿更让人窝火。霍芊芊再一次被气到，她忽然想起来大哥曾经跟她说过的有钱能使鬼推磨。霍芊芊转了转眼珠子，她倒要看看有钱能不能让乔九英这只疯鬼推磨。喂，本小姐跟你说话呢，你聋了？好好好，拿钱砸我是吧？那你算是惹到了全天下最好惹的人。怎么样，二小姐，一拳砸在棉花上的感觉暖和不？乔九英，你为了点钱这么不要脸的吗？二小姐看人真准。霍芊芊原本是想用银子羞辱乔九英，把之前丢
是的面子给找回来的。可他万万没料到，乔九英竟然如此不要脸，真就让他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正当他又气又急之际，霍夫人身边的大丫鬟红叶跑了进来。太夫人，夫人在外面跟人起了争执，事情似乎闹大了，您快去看看吧。我娘怎么了？红叶这才道出实情。原来之前霍玄离开没多久，霍夫人就又不放心上了，抬脚跟了上去，结果看到有个女香客在跟霍玄说话。当时的霍夫人并不知晓，对方只是走丢了在问路，她也没打算问，满眼都是有人跟她儿子搭讪。愤怒之下，她一个箭步冲上去，那女香客头上的帷帽被打落下来，霍夫人这才看清对方是成王府的清宁郡主赵明瑶。大嫂，求你救救我娘！救？怎么救？霍夫人得罪的可是比公主还受宠的清宁郡主，救她就意味着要跟她一起打建昭帝的脸。这位小姐，你冷静一点，从现在开始我们不熟，谢谢。大奶奶，您可是跟我们家大爷拜过高堂的霍家媳妇呀，夫人若是出了事，您身为儿媳也会受牵连的。哦，那你去转告清宁郡主，就说狗急了还会咬人，我急了就是急了，他若是把我惹急了，我可什么都做不出来，让他给我等着，我会让他一直等着的。钱，我娘有钱，只要大嫂能平息此事，你想要多少钱，我娘都会给的。什么钱不钱的，我这人就喜欢路见不平绕道而行。呸！总之先去瞅一眼再说。乔九英喜出望外，忙伸手将他拉起来，记得让你娘多准备些银子。只要事办成，我娘肯定少不了大嫂的。我要的倒是不多，主要你娘得备点医药费。真是反了天了，什么低贱东西都敢欺负到我们郡主头上，此事要如何处置，还请郡主示下。此事因我而起，郡主要罚，便罚我一人吧。闻言，赵明耀先前还楚楚可怜的眼神阴了几分。霍夫人管霍玄管得太严，平日里根本没法接近，他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么个机会，跟到普陀寺，准备来个偶遇，却万万没想到，霍夫人不仅跟了来，还突然冲出来给了他一巴掌。以赵明瑶的身份，要想处置霍夫人一个命妇，轻而易举。然而机会难得，他不想给霍玄留下个咄咄逼人的印象。娘，听说你把清宁郡主给打了。霍夫人含恨看了他一眼，郡主实在是对不住，我这位婆母她脑子不太正常，平日里在家就疯疯癫癫的，没个人看着，房顶都能给她霍霍没了。到底是谁脑子不正常？到底是谁疯疯癫癫？霍夫人脑子不正常？可为什么我听说的是霍家大爷娶了乔家那个疯疯癫癫的三小姐乔九英呢？脑子不正常的不应该是眼前这位霍家大奶奶吗？就知道郡主不信，我现场证明给你看。我婆母一般在发疯打完人之后啊，脑子是麻木的，基本不会有什么反应。乔九英一边说一边扬起巴掌，一巴掌就扇在霍夫人的左脸上。霍玄脸色一变，想要上前阻止，却被霍芊芊一把拉住。虽然看不懂乔九英这是什么路子，也很不爽他当众打了自己的娘，但霍芊芊潜意识里就是觉得乔九英能把他娘今天闯的祸给平了。看吧，我这婆母就是脑子有问题，她打人啊，纯属是当时发病不小心的。这下郡主可信了？霍夫人脑子有没有问题，赵明瑶不知道，但乔九英这两巴掌属实是给他看爽了。郡主要还是不信的话，那我多来几下。乔九英说着，扬起双手左右开弓，一时间只听得到巴掌声啪啪落在霍夫人的脸上。霍夫人嘴都被打歪了，可她还是不得不忍着。这小妮子一看就是故意的，还挺会来事儿的。我原先不知道霍夫人竟然脑子有疾，既然如此，那此事便算了吧。娘，没事了，郡主说了不再计较此事，我们先回去吧。乔九英，怎么了母亲？是要我把郡主请回来，告诉她其实您是正常的，一点事儿没有吗？一会儿到房里来市集。儿媳侍奉婆母是应该的，二妹妹之前请我办事的时候也说了，母亲有钱，多少价任我开。正好我过去把钱收一收。什么？我挨了一顿毒打，还得给钱？霍夫人胸腔内气血翻涌，终于承受不住，两眼一黑，气晕过去。大嫂，二爷有事吗？大嫂方才不是故意的吧？二爷应该去问问夫人打清宁郡主的时候是不是故意的。我娘性子如此，她应该是误会了什么，一时冲动之下才动的手。
也就是说，夫人一时冲动之下，险些拉着我们所有人陪葬，那我打她也是性子如此。至于误会嘛，倒是没什么误会，纯属个人素质问题。霍寻被堵得说不出话。之前乔九英打霍夫人的时候就没想过留手，因此霍夫人是真伤得不轻，两边脸又红又肿，跟发面馒头似的，躺下没多久就起烧了。霍随刚挑完水回到院子，听到隔壁有动静，顺嘴问了问乔九英。没什么，也就是我出于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的原则，动手打了咱继母一顿，他扛不住倒下去，又起烧了。霍随听完后挑了挑眉，事后二爷问我是不是故意的，大爷觉得呢？不管是不是故意的，你打人是不对，可你打对人了。估摸着时辰差不多，乔九英出了房门，准备去隔壁，霍随跟了上来。大爷跟来做甚？跟你一起侍奉咱继母。乔九英和霍随到隔壁院的时候，霍夫人已经醒了过来。母亲，我和大爷来侍奉您啦。母亲可有哪儿不舒服？不舒服要说呀。母亲可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尽管开口，别跟我客气。母亲要是觉得闷的话，就跟我说说话吧，儿媳跟你解闷。乔九英背完台词，站起身坐到桌边，和霍随讨论起了晚上斋饭吃啥的温饱大事。乔氏，母亲可有哪儿不舒服？不舒服要说呀。母亲可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尽管开口，别跟我客气。母亲要是觉得闷的话，就跟我说说话吧，儿媳给你解闷儿。霍夫人虽然听不懂，但估摸着鸟语花香的含妈量极高。乔九英握着她的手，毫无交流障碍的点了点脑袋。母亲之善真是天下罕见，自己都病成这样了，还想着先把请我办事的银子给结了。你快去拿钱吧，别让他久等。夫人何时说拿钱了？分明是大奶奶欺负夫人张不开嘴，吱不了声，光说不做，在那假模假式假关心，把夫人给气狠了。那些钱是要匀出一部分来买礼品给清宁郡主送去，谢过人家手下留情的，给多少母亲自己定夺就好。听他提起清宁郡主，红叶瞬间哑口无言，先前还满腔怒火的霍夫人也泄了气，最终让红叶把她临时出门带的3张100两银票给了乔九英。乔九英乐呵呵把银票揣进自己袖子。母亲可有哪儿不舒服？不舒服要说啊。母亲可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尽管开口，别跟我们客气。母亲要是觉得闷的话，就跟我们说说话吧，儿子儿媳给你解闷。霍夫人无语至极。母亲一切安好，那儿子就放心了。该侍奉的我们侍奉了，如今母亲睡着，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我和大爷还得去挑个礼，给清宁郡主送过去。一出院门，乔九英就把先前塞袖子里的银票取出来，抽了一张递给霍随。我也有。我长这么大还没认真交过什么朋友，你算是第一个。成亲数日，霍随还是头回见乔九英用如此认真的语气说话，谁料下一秒乔九英就来了个大转弯。你长得很像我失散多年的拜把子兄弟，果然能和我玩到一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好。你准备给清宁郡主送什么礼啊？乔九英弯腰脱下绣鞋，取出鞋垫后拎着鞋子抖了抖，然后从鞋底抖出一枚铜板来。给郡主送礼哪用得着那么多银子，这个就够了。你在鞋底藏铜板？鞋子不合脚，找个铜板垫一垫。郡主，看我给你带什么了？给我的。乔九英手上拿着的是佛教7宝之一的金珠，在普陀寺这种金珠不外售。大悲殿后面有个许愿池，许愿池中央泡着一只铜雕玄武，香客若能将一枚铜板扔到玄武口中，便被视为有缘人，可得金珠一串，凭此珠又能得慧能大师一卦。霍大奶奶怎么突然送我这个？听说慧能大师的卦和美人更配，郡主是普陀寺的贵客，自然也是今日唯一能得慧能大师一贯的有缘人。既然霍大奶奶如此诚心，那这金珠我便收下了。离开赵明瑶院子时，乔九英看到霍随正抱着双臂靠在不远处的一棵菩提树下。办妥了。乔九英嗯了声，随后双眼盯着霍随，上下打量了一会儿，啧一声，看不出来啊，你小子还有2把刷子啊。以乔九英的废物属性，是万万不可能一次就将铜板送入玄武口中的，所以他当时喊上了霍随一起。之前还喊我老霍，今日又成小子了。身为一个孝顺的儿媳，乔九英回去后都没进自己的院子，直接就去隔壁
准备侍奉婆母。霍夫人大概是料到了他会来，提前让红叶在外面把人给拦了。红叶行了一礼，说道：大奶奶，夫人先前有交代，您折腾了一天，回去好好休息，其他的交给奴婢们便是。那怎么行？没我这当儿媳的在，你们几个下人能伺候明白吗？心想大奶奶你不在，我们夫人至少能多活10年。乔九英说着就要往里走，再一次被红叶拦住，最终誓死要尽孝，却拗不过婆母意愿的乔九英依依不舍，一步3回头的离开了。晚饭后又到了霍随被武僧看守的环节，挑灯夜读。谁会为了一顿早饭逼着自己熬夜读书啊？做人没必要太努力，反正最后都得死。霍随心下一阵感动，想着还算这女人有点良心，岂料乔九英紧跟着就来了一句：熬夜伤身，要不大爷直接通宵吧。你是一点也不顾我的死活。次日，乔九英伸着懒腰起床的时候，闻到了外间传来的米粥香味。对于一个刚从饥肠辘辘中醒来的干饭人而言，哪怕只是一碗清粥，此时此刻也充满了绝对的诱惑力。乔九英简单洗漱完，来到外间，就看到霍随顶着2黑眼圈坐在那儿。瞬间明白怎么回事的乔九英凑了过去：好家伙，你真通宵了。霍随瞅了眼桌上的早饭，又瞅了眼乔九英，示意他自己体会。如果霍随没完成任务，今天咱俩是没早饭吃的。霍随问他：吃饭之前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霍随熬了一宿，今天的早饭分量明显增多，乔九英应该能感觉到才对。乔九英揉揉饿瘪的肚子：嗨，说多了都是口水。今天吃喝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吃喝，要不咱先干饭？霍随气笑：坏消息，他娶了个又疯又废还巨能吃的媳妇儿。好消息，他这位媳妇儿肯吃肯长不挑食，讲究的就是一个好养不烧钱。一大早，赵明瑶就拿着金珠去见了慧能大师。大师按照寺中规矩给他算了一卦。赵明瑶问的是姻缘，慧能大师给他说了一串晦涩难懂的佛家话，大意是他的姻缘过程虽坎坷，但结果圆满。赵明瑶满意了，收拾好东西就带着自己的人离开。既然结果是好的，那他就无需急于这一时。回城后，赵明瑶照例入宫给建昭帝请了个安。建昭帝知道他去了普陀寺，问他此行是否愉悦，得了那样一个好卦，赵明瑶当然愉悦，心情一好，他就提起了乔九英。建昭帝绝不相信乔九英出手帮赵明瑶摆平麻烦，以及事后送赵明瑶金珠，毫无所图。然而这些话建昭帝不好直接跟赵明瑶说，只是隐晦提醒他交友需谨慎。赵明瑶走后，建昭帝让内侍进来换了套龙袍，准备前往选秀现场。建昭帝到的时候，皇后带着众人给他行礼。建昭帝淡淡道了句平身，之后他就撑着额头合上眼开始浅眠，直到听到荣安伯府长房长女乔家月时，他蓦地睁开眼，只见眼前的女子纤腰楚楚，黑发如云，肤色白皙似玉。他低垂着眸，看不清双眼，但不卑不亢的仪态，端庄大方又得体，十分赏心悦目。难怪荣安伯府加入霍家的那个女儿会费尽心机接近讨好青宁，原来是他们家送了人入宫，把她留下，到时候随便封个美人扔在后宫，不翻牌也不宠幸。建昭帝倒要看看乔家这份心机能翻起多大的风浪来。大哥大嫂，你们的下人和马车呢？下人呢？马车呢？大爷大奶奶，你们是怎么走到这儿的？几日不用伺候，都把自个儿当成主子了是吧？主子不行，你们坐车是要反了天吗？回到府上，憋了一肚子火的霍夫人第一时间就去找霍老爷哭诉，说自己年纪大了，管不住儿子，更管不住儿媳，怕是连这个家也要管不住了。霍老爷摸着山羊须，听他叨叨了半天，末了问一句：一巴掌打在青宁郡主脸上的时候，手疼不疼？老爷，我下次记得管人之前先管住自己的手。没有下次了，老爷，我保证没有下次了。霍夫人临出门前，霍老爷又交代了他去叮嘱后厨，今日的饭事多弄些肉菜给婉香居送去。霍夫人应声退下，没多会儿，管家宋叔走了进来。看来老爷此次让大爷去普陀寺苦修，收获颇丰呢。大爷肯读书了？
还算那孽障要点脸。夜深时，外院书房还亮着灯，霍老爷坐在书案前，面上喜滋滋地整理着他早些年读书时记录下来的心得手札，想着趁热打铁，明早就让人给郝大儿送去。结果次日一早，霍老爷安排去晚香居送手札的管家宋书回来禀报说，大爷一早就被他的好友给叫走了，马上让人把那孽障给我拴回来。等等，老爷还有吩咐？让大奶奶亲自去拴。大奶奶性子暴，若是得知大爷出去玩乐，只怕到时候动静闹大了，难以收场啊。那要不你去？宋书闭嘴了。家里那位祖宗连老爷都管不住，一出去玩就仿佛脱缰的野马，哪里是我一个管家说劝回来就劝回来的。宋书给二门上的婆子传话，婆子把话带到了晚香居。老爷真的放心让我去抓人吗？我抓人的方式可不一般啊。老爷说了，只要能让大爷收心回家安分读书，不论大奶奶用什么法子都行。那我就放心了。来人，变装。不是霍兄，我还以为外面造你谣言瞎传的呢，你还真把骑猪撞你的那个女人给娶了？正常情况下，霍兄怎么可能会娶她？依我看，8成是霍兄脑袋出问题了。胡说，我们霍兄要脑子有城府，要城府有才华，要才华有美貌的，怎么就不能是乔家女赖上他，非他不嫁了？难怪最近老见不着霍兄，原来是背着兄弟们偷偷成了家。哎，这不自罚3杯说不过去吧？自罚之前，我先把迟来的喜酒敬了。那么我和我夫人的新婚贺礼，你们打算何时补上？三人笑不出来了。自己的光棍固然可怕，但兄弟的脱单更令人揪心。霍兄，我可听说了，乔家那位三小姐疯疯癫癫的，你确定以你的性子能受得了这样的媳妇儿？我媳妇儿好看，可她堂堂伯府千金，竟然骑猪上街抛头露面，简直没有一点闺阁小姐应有的修养。我媳妇儿好看，她那日敢骑猪，来日就敢骑你。我媳妇儿好看，不是哥们儿。他那句光好看有什么用？能有你好看吗？还没问出口，门口突然传来一声苍老的伤心欲绝的哭喊。我郎，你不是跟我说那乔家女是个母老虎，今日要回去休了她，娶我过门的吗？现在竟然在兄弟面前一个劲儿夸她，你骗得我好苦啊！不是啊，这兄弟多年好这口都不告诉哥几个。霍兄，你过分了啊！霍兄，我对你幼年丧母一事深表同情，也能理解你想找个风韵成熟的女子弥补弥补，但这熟透了的，不至于，真不至于。不是，他不是，不用解释，哥们儿懂你，哥们儿支持你。你懂个屁呀！霍随头皮都快炸了，他一眼就看出门口站着的根本不是什么七旬老太，而是乔九英假扮来整他的。奶奶，您的老年痴呆症又犯了。在众人没吃到炸裂瓜的失望眼神中，霍随牵着乔九英的手下了楼，期间还不忘细心提醒他小心脚下。走出酒楼，霍随一把松开乔九英，加快脚步往前走。大孙子，等等奶奶！霍随回头看了眼，确定酒楼内没有人追出来看热闹，这才停下脚步。装得很好，下次别装了。这老小子有些反常啊。你这身装扮虽然招不了风引不了蝶，但会引蚊子。你要么跟我上车，要么离我远点，否则让我爹看出来咱俩不和，没准又是一顿普陀寺3日行。乔九英老实了，霍随挑不挑粪他不关心，他只关心自己的胃。前后才1个时辰不到，乔九英就带着霍随回了府。管家宋叔听到门房说大爷回来了，双眼瞪得老大，随后满脸兴奋地朝着霍老爷的书房跑去。老爷，好消息啊，大爷被大奶奶带回来了。真的？老奴刚刚是亲眼所见，还是老爷慧眼识人，早前是老奴眼皮子浅了，如今看来大奶奶着实有些本事。你当你家老爷我官场上这么多年是白混的吗？我早说了，一物降一物。那聂政以前啊，就是没遇到能降住他的人，才如此嚣张狂妄。如今啊，给他娶了个比他还嚣张、比他还狂妄的媳妇儿，这不就老实了？那是，老爷高见。那手札可送到晚香居了？送是送到了，但大爷看不看还不一定。不要紧，送到就行。他就算现在不看，有乔氏盯着，将来也会看的。
乔九英回到晚香居后，想着先洗把脸，换身衣服，再去给霍老爷汇报。他的任务只是把霍随找回来，至于读书不读书的，他懒得管。就霍随那文化程度，乔九英可不敢奢求能望夫成龙。他男人是条蛇不要紧，公爹是条龙就行了。然而换完衣服出来，乔九英意外见到了霍随坐在东厢房窗边看书的场景。那端正笔挺的坐姿和往事里的懒散随意截然不同。喂，让这老小子装上。他走到窗前，踮起脚尖瞄了眼霍随手里的书。兄弟，绝海无涯，我劝你回头是岸。我怕岸上是我那年过七旬的外室啊。好好好，读书的理由很充分。霍夫人在议事厅处理了一早上的庶务，好不容易把管事婆子们打发走，得了片刻休息，就听到红叶说大爷一大早跟他那几个狐朋狗友出去玩。老爷得知后十分生气，让大奶奶去找。还以为霍随在普陀寺挑了3天粪能有所收敛，如今看来他的肺已经刻入骨髓，我也无需再像从前那样谨慎提防，步步小心了。大奶奶才出去没多久，大爷就乖乖跟着回来了，没吵也没闹。什么？霍夫人早已习惯了将原配沈氏的儿子霍随玩弄于股掌之间，可现在因着乔九英的到来，霍随变得越来越不可控了。不止如此，老爷最近似乎也有意好好栽培霍随。霍随若是成器了，将来这府中哪还有我们母子的位置？这时另一个丫鬟刘珠走了进来。先前奴婢去药铺给夫人取药时，得了个小道消息，也不知道真假。什么消息？说是乔家大姑娘入了圣眼，封了个美人。霍夫人原本懒散靠在贵妃榻上的身子瞬间坐直了起来。奴婢也是道听途说，没准儿只是个传言呢。选秀关乎皇室颜面，谁敢乱传这种谣言？刘珠闭嘴了。把乔九英这个养歪了的嫁到霍家，再把精心栽培的乔家月送入宫，后宫和尚书府两头开花，乔家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宫里那位我动不得，霍家后宅这位，我还不能想法子踩住吗？得知霍老爷今日休沐，午后，乔家老夫人和大老爷乔明德亲自来了一趟霍府。老夫人，有事让下人跑一趟传个话就是了，怎的还亲自跑一趟？你小子成日里忙得连轴转，我老婆子想见你，可不就厚着老脸亲自登门来了，不能赶我走吧？哎呦，瞧您老说的什么话，老夫人能光临霍家，晚辈求之不得呢。不瞒霍老兄，我和母亲今日是为小女家月而来。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乔明德满脸歉意，把乔家年前托关系给乔家月谋了个选秀机会，石沉大海之后应下霍家婚约，却又在大婚前夕收到入选消息，以至于不得不临时换新娘的事儿从头到尾给霍正廷啰了一遍。哎呀，怪只怪乔家福薄，三房膝下都无子，只能靠几个女儿的婚事拖着家族前行了。明兄此言差矣，家月落落大方，温婉端庄，九英古灵精怪，奇思妙想，几个女儿各有特色，这分明是满堂的福气，怎么福薄？霍老兄所言极是，乔娇没给你们府上添麻烦吧？远征兄叫你有方，给我养了个好儿媳呢。乔娇是不是闯祸了？老夫人莫急，晚辈说的正是字面意思，绝无他意。我那孽障儿子霍随，从前只知道跟几个狐朋狗友吃喝玩乐，自从九英过门后，他贪图玩乐的心思一收再收，如今破天荒的都会主动看书了，对晚辈而言可不就是喜事一桩吗？这也算是歪打正着了吧？乔娇都做了什么让姑爷收心的？他比我儿狂。乔老夫人听得一头雾水。前厅谈话结束，霍正廷领着母子二人转去茶轩，又差人去晚香居请大奶奶来。小姐别睡了，老夫人来了。温嬷嬷来得悄无声息，冷不丁的一句提醒把乔九英吓了个半死。来到茶轩，乔老夫人和乔明德已经就坐，没有霍家人在场，明显是霍老爷特地安排他和娘家人小聚。
祖母还亲自跑一趟，不会是想我想的睡不着了吧？可不嘛，我的娇娇一出嫁，家里都冷清了。有英啊，如今你已嫁为人妇，不比在自己家里了，性子该收还是要收一收。我知道了。行了，亲家老爷先前都说了，喜欢我们娇娇，你就别这儿的那的。娇娇什么性子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能懂她、包容她，这就够了。母亲所言甚是。对了，娇娇，你长姐入选了，昨儿个宫里来旨意，已经封了美人。我就知道长姐一定能入选。凭着乔家月那神仙姐姐级别的颜值，若是落选，那一定是皇帝瞎了眼。都说一入宫门深似海，佳月这往后的日子只怕是平静不了了。何止是平静不了，乔家月一脚踏入宫门起，他就已经是宫斗大军中的一员了。他不斗，有的是人逼着他斗。可乔家月那纯良的性子，哪里是宫斗的料？祖母，我以后可以给长姐写信吗？那是皇宫，不是府宅，哪里是你想带信就能带去的？那我若是请人捎带呢？那也得是经常能出入后宫，能接触后妃的人才行。乔家并没有这样的人脉。经常能出入后宫，还能随意接触后妃的人吗？我知道了。乔老夫人和乔明德走后，乔九英心里便有了主意。她回晚香居换了套衣裳，让人传话给门房备车。小姐要出门，去见个熟人。乔九英打算去成王府，她想给乔家月传信，唯一的媒介只能是这位误打误撞认识的郡主。谁料才到半路，就碰到了同样准备去霍家找他的赵明耀。各怀心思的二人在各自的马车上先连对望了3秒。3秒后，乔九英脑子一热，问赵明瑶：“干饭不？”“干。”乔九英是赵明瑶能名正言顺去霍家的借口，他当然不会拒绝。所以即便不理解乔九英的脑回路，赵明瑶还是顺从了对方的意愿。附近有一家专门做山家清供的素食小饭馆，巧扣门为了省钱，特地带着赵明瑶步行过去。本以为赵明耀这种贵女注重仪态，吃饭的胃口也会很小，应该只会象征性的吃2口就撂筷子，不会点太多菜。谁料才到半路，看到一旁的烧鹅铺子烤猪蹄，赵明瑶就移不开眼了，走过去开口全都要。赵明瑶说的全都要，并不只是眼前的烧鹅、烤猪蹄，而是这条街上所有好吃的，她都要了。我有点汗流浃背了，姐妹。那个冒昧问一句，就咱俩吃吗？我不吃这些，给你买的。给我的？先前还为钱袋捏把汗的乔九英立马两眼放光。在普陀寺的那天晚上，我无意中看到你偷偷去了后厨，猜到你家的霍家定是收了苛待，吃不饱也穿不暖。看在你送我金珠的份上，今日你想吃什么都由我请客。乔九英顿时感动得眼泪汪汪。我的清汤大老爷啊，我的胃跟着我10多年，今日算是长见识了。在普陀寺的时候，赵明瑶就见识过乔九英说话有些颠，今日便也见怪不怪了，笑着问他想吃什么。烤猪蹄。赵明瑶爽快让自己的丫鬟付了钱，滋滋冒油的猪蹄烤得焦黄，乔九英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满口肉香，软糯弹牙，嚼劲十足。他满足地眯起眼，赵明耀则好奇地看着他。这人真有意思，一个猪蹄而已，竟然能满足成这样。乔九英察觉到了赵明瑶的目光，他嘻嘻2声。我这人脑子装不住东西，一般都用肚子装。对吃食情有独钟吗？霍大奶奶喜欢哪个菜系的菜肴，我给你安排个厨子。这么看来，赵明瑶对我示好，是想借着我接近霍寻，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双向奔赴啊！霍大奶奶，你怎么了？啊，我娘家穷，我已经很久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猪蹄了，能给我远在深宫的长姐也带一份吗？你刚刚说你长姐在哪儿？皇宫啊，她刚入选，被皇上封了个美人。皇宫不行，宫中有明文规定，为了保证后妃们的安全，非御膳房采买的食材一律不得入后宫。懂了，我晚上就给她托梦。皇宫没规定不能托梦吧？这姑娘的脑子里是真不装东西啊，吃食肯定是无法带的，
不过你若是有什么话，我可以替你转达，或者你写信也行。那样会不会太麻烦郡主了？无妨，往后我也有多麻烦你的地方。赵明瑶当天就把这封信送入了宫，但并未顺利到达乔家月的手里。自从知道乔家耍心机接近清宁郡主，建昭帝就让人暗中盯着乔家月居住的谢翠轩，因此乔九英的信在到达乔家月手上之前，先去了一趟乾清宫。建昭帝听闻是清宁郡主亲自送进来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阴沉下来。然而在打开信封看清楚里面的内容后，建昭帝也沉默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既然那么多，那就再拖拖。最后附带一行小字：铁打的身体，磁铁打的床，你和你的床，你俩把日子过好比啥都强。建昭帝这是彻底被乔九英给整无语了。乔九英虽然精神状态不太好，但其实心眼子也不太多，勾心斗角什么的让他上，他顶多只会来句摆烂发言，不死就行，不行就死。写这个给乔家月就是想告诉他能苟则苟。建昭帝对着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尽管不能全懂，但大致意思他理解了。乔九英是让乔家月入宫来混吃等死，不过是为了引起朕的注意，欲擒故纵的把戏罢了。让人送去解翠轩，不要打草惊蛇。乔家搭上清宁这条线，定是有所图谋的。朕倒要看看那乔美人能憋到何时才露出马脚。乔家月高兴坏了，打赏了送信的小公公后，他便迫不及待拆开，就看到了信纸上一股扑面而来的熟悉疯癫感。乔乔竟然让我别争别抢，那我要何时才能爬到高处，扶持家族？你这个妹妹倒是比你通透得多。皇宫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自古满心算计想往上爬的女人就没几个有好下场的，能在这里活到寿终正寝才算是真正的赢家。乔家月嘴上应和着，心思却早已飞远。其实他是最不擅长与人争与人斗的。可如果我不争不斗，家族就彻底没了希望，娇娇更是没了后盾。娘家无权无势的娇娇如今在霍家，还不知道被那霍夫人如何搓磨欺辱呢。正想着，外面突然传来高调的说话声。原想着来长宁宫给淑妃姐姐请个安，听下人说姐姐在谢翠轩，妹妹就直接过来了。可惜妹妹的身子笨重，礼数不周之处，还望姐姐见谅。这是丽嫔。都说孕期记性不好，我今儿啊算是深有体会了。分明瞧着乔美人好生面善，却又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乔家月张了张口，刚要自报家门，脑海里突然想起回门那日乔九英跟他说过的话。想来真是孕期害喜，严重影响了丽嫔姐姐的头脑，记错人了。妹妹此前并未见过姐姐，那或许是乔美人的模样太过大众，我此前见过了不少，才会产生错觉。淑妃听着这话，一向话少的她白眼都快翻上了天。初次交锋失败，丽嫔很快带着自己的人离开。她现在不能直接跟乔家月开火，更不能直接跑到皇上面前告状。满腹城府的老狐狸霍正廷此时此刻正提着棍子追着他的好大儿满院跑。起因是霍正廷听闻霍随这两世在看书，于是这天散衙回府后来了兴致，把霍随叫去书房，打算考他。结果霍随一题都没答上来，出门时还顺手把他精心栽培多年昨夜刚开花的墨兰给摘了。霍老爷当场红温，抄起棍子追着霍随就来了晚香居。乔九英抱着瓜蹲在花台上看这对父子，秦王绕柱绕了半天。霍随经过身边时，乔九英啃了口瓜。壮士，大胆说出你摘花的心路历程。不知道啊，就是突然想放个箭。霍老爷听得眼前一黑，脚下跑出了动漫同款残影，咬着牙追得越发卖力。霍夫人得到消息赶来的时候，看到眼前这一幕，脸上表情十分割裂，一会儿放心，一会儿不放心，一会儿放心，一会儿不放心的。上次霍随外出厮混，被乔九英轻轻松松就带了回来，让他产生了危机感。为此，霍夫人辗转反侧了好几日，想了无数种法子，要怎么把霍随给摁回去。谁想这废物就是个3分热度，看了几天书
左眼进右眼出，啥也没记住，还把老爷日盼夜盼，终于盼开花的墨兰给霍了。老爷别打了！才刚喊完，霍夫人脚下就踩到了。乔九英不小心滑落的瓜皮，一个劈叉摔趴在地上，被霍老爷追着跑的霍随刹不住脚，直接踩着他的背就冲过去了。随后跟上来的霍老爷也没刹住，又往他背上添了俩大黑脚印。被乔九英拉起来时，霍夫人早已气得咬牙切齿。我平时素质低，吃瓜习惯了乱扔，刚才只是随手一扔，没想到母亲竟然能精准的踩上去，看得出来您是真的很狡猾。他气得嘴角抽搐，正想开口，霍老爷已经停了下来，喘得不行。霍夫人急忙调整好情绪，转身给霍老爷顺气，又让下人端茶。霍老爷喝了茶，总算缓了过来。哪家书院的规矩严苛，赶紧安排时间，把这逆子给我送去。薰儿再有半年多就能去六部历练了，可不能再因为霍随而横生枝节。可老爷都开口了，又不能明着阻止，让他起疑。国子监的规矩倒是挺严苛，就是不知大爷愿不愿意。明日就给我滚去国子监读书。霍随没吭声，从袖子里摸出之前在霍老爷书房外摘的兰花，一仰头就给吃了。次日一早，霍随就被家丁们以按过年猪的姿势五花大绑送去了国子监。霍老爷亲自去国子监给他打点了一番，才去的衙门。霍随一走，晚香居非但没冷清，反而越发热闹了起来。乔九英和他的小香猪开启了人猪蹦迪模式。霍芊芊过来的时候，看到乔九英一手拎着酒壶，一手拿根玉米棒子凑在嘴边，在那又唱又跳的。祥子趴在旁边甩着尾巴，时不时哼唧两声给他伴奏。霍芊芊有生之年还是头一次知道人类的五音竟能如此逆天，让人宛如听了一曲仙乐而赞龙。大嫂，自己人，别开枪。霍芊芊的出现让站在旁边听演唱会听得生无可恋的晚香居下人们仿佛看到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下凡，纷纷朝他投去虔诚感恩的眼神。乔九英听到声音，才发现霍芊芊不知何时来的，这会儿正站在院门口。他依依不舍地放下自己的话筒，招呼小姑子过去坐，又问小姑子来晚香居所为何事。隔壁府的蒋夫人问我们家是不是请了神婆跳大绳驱邪，想请神婆过去给他们家也驱一驱，去晦气。侮辱我的方式有很多种，非要从五音说起。难得一次看到大嫂吃瘪，霍芊芊心里暗爽，随即又掏出一张请帖推到乔九英面前。薛家的，说是薛营的吉吉礼，特地邀请了我们府上。你跟薛营认识？不熟。那霍家和薛家有往来？薛家跟霍家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虽然他们家那个薛定谔的纨绔名声仅次于大哥，在京都城排第2，但大哥与他不熟，真不熟，顶多是平日里出去玩碰巧遇到了，打个招呼而已。霍家和薛家都不熟，薛营还特地邀请霍家女眷去参加他的吉吉礼，明显是冲着我来的了。就是这个有人惦记的感觉，倍儿爽。我娘说了，霍家和薛家不熟，大嫂若是不想去，请帖推了就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去啊，为什么不去啊？大嫂上次得罪了薛定谔，这次薛营吉吉里邀请霍家，他们分明就是冲你来的，你真要去啊？必须去，已经很久没被人这么认真且郑重地对待过了。身为霍家大奶奶，我也得懂点礼数才行啊。乔九英对薛家来的请帖很是感动，这话若是从旁人嘴里说出来，那霍芊芊半点都不带怀疑的。可偏偏是他大嫂，他大嫂一开口，那还能憋什么好？眼见劝不动，霍芊芊赶紧去了正院。乔氏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表情？霍芊芊仔细回忆了一番，最后十分中肯地说，他大嫂笑得跟个猴没啥区别，说着还专门模仿了一下，结果把自己都给笑乐了。我就知道那个女人一天不发癫就要发癫了。其实身为当家主母，只要她一句话推掉，乔九英是去不了薛家的。但霍夫人突然想起来一件事，薛定谔上次主动送上门的黄金宝剑还在他手上，之前让人去查的那些证据也陆续有了眉目。只不过最近一心防范那对颠公颠婆，他险些把这事儿给忘了。
尽管不清楚薛家和乔家究竟有什么过节，但如今乔家月入选，薛家若是真的不满意，必定会有所动作。为了霍寻的前程，他得赶在薛家行动之前先发制人才行。那这薛家我们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去，大嫂也去，她是霍家大奶奶，当然得去。娘就不怕大嫂在薛英的吉吉礼上突然发癫吗？乔九英的疯癫属性，霍夫人自然是有所顾虑的，但该一致对外的时候，她颠就颠吧。平日里，霍夫人再怎么怨恨乔九英都行，可现在关乎她的儿子，关乎整个霍府，不是内斗的时候，没准乔九英的颠，关键时刻还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薛营及基里这日早起便有阳光从半开的直棂窗内投射进来。今儿是薛家六姑娘的吉吉礼，霍夫人一早就让人把小姐的穿戴送了过来，一会儿还得梳妆，可不能再睡了。我睡我的觉，你们上你们的妆，上好了叫我。负责给乔九英上妆的兰心锦心显然早已习惯了主子的这番操作，拿起一旁的脂膏水粉就开始各司其职。裙摆这么长，跑路肯定很不方便。这袖子打架会不会先甩到我脸上？鞋子上的珍珠瞅着倒是挺值钱的，不确定，先抠下来看看。温嬷嬷几人赶紧上前，及时制止了乔九英的粗暴行为。温嬷嬷哭笑不得：我的小祖宗，今儿是您在人前露脸证明的好机会，可千万要忍住，不能随地大小颠呀。有道理。那万一薛定谔不当人，追着我随地大小打呢？应该没可能。今日是他亲妹妹的吉吉礼，那么多宾客都在场呢。薛公子若是当众打人，岂不是给自己家招笑话？是啊，小姐，薛公子再不着调，今儿也有他们族中长辈坐镇，断不敢乱来的。乔九英被下人簇拥着来到大门外，刚在马车上坐下的霍夫人掀开车帘，看到乔九英的装扮没有乱来，肉眼可见的松了口气。马车刚在薛家大门外停下，就引来无数宾客的目光。霍夫人带着霍芊芊率先下车，乔九英和自己的下人紧随其后，抬头就对上薛定谔那张笑眯眯的肥脸。霍大奶奶，恭迎恭迎。薛公子笑得这么欲扬先抑，不会是准备打我吧？怎么可能？我薛家失礼传家，向来以最高礼仪接待客人。那你摆这么大阵仗，不会是准备坑我吧？我有密集恐惧症，不能跟心眼子太多的人玩。今日是小妹的吉吉礼，父亲说了，来者皆是客。此前我都有得罪的地方，还望霍大奶奶见谅。待会儿敬你2杯，一醉泯恩仇，如何？这小嘴真甜，跟抹了开塞露似的。开塞露是何物啊？一种蜂蜜。薛公子若是喜欢，下次给你带。薛家对霍夫人这个二品诰命夫人丝毫不敢怠慢，派来迎接的仆妇就有好几位，已经恭候多时。霍夫人却不着急走，一双眼盯紧了乔九英和薛定谔那边，生怕这二人一言不合就在大门外掐起来。疯癫成性的霍家大奶奶对阵嚣张跋扈的薛家纨绔子，这场面很快引来八卦心四起的宾客围观。薛定谔担心看的人多了影响不好，对后面整治乔九英的计划也不利，于是扇子一开，满脸堆笑。赏脸参加小妹的吉吉礼也就罢了，还要给我送礼，霍大奶奶真是端庄得体，礼数周到。哪里，府上这么忙，薛公子还亲自出来迎接，你也是山水迢迢，善有恶报。不是，谁教你这么押韵的？公子别动气，小心中了他的圈套。的确，我不能轻易动气，只要再忍一忍，忍到吉吉礼顺利完成之后，就有这疯婆子好受的。霍大奶奶，里面请。乔九英点点头，毫不客气地抬步往前走，薛定谔就跟在他身后一言不发。他现在不想跟乔九英说话，只想早些完成迎客任务，然后静待妹妹及机礼。薛公子可吃过早食了？吃过了。吃的什么？鸡丝粥。啊，加鸡丝了吗？鸡丝粥，你说呢？了解。那薛公子用的是公鸡丝还是母鸡丝啊？不知道。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母鸡丝啊，那是乌母鸡还是黄母鸡啊？薛公子，你说句话，母鸡在哪儿买的？
是正经家养的吗？多少钱一只？买完包不包宰杀和拔毛啊？薛定谔沉默了3秒，3秒后他跳起来撸起袖子，彻底爆发。都他娘的别拦我！我要打得他满头包，打得他嗷嗷叫！忍不了，根本忍不了！这疯婆子太欠揍了，不打他一顿简直难消心头之恨。三公子别这样！管家过来劝架，被打了满头包，最后嗷嗷叫着被小厮抬了下去。虽然没打到乔九英，但也算出了口气。薛定谔的情绪稳定了不少，但对着乔九英这张极其欠揍的脸，这会儿连一抹假笑都扯不出来了。薛三公子啊，咱们可以继续聊那只母鸡了吗？薛定谔绷着脸，拳头捏得咯吱响。薛公子啊，你要实在不喜欢这个话题，那我们也可以商量着重新换一个。比如，这只母鸡是吃什么长大的？几岁下的蛋？又比如母鸡的产后护理。薛定谔气笑了。原来人在被气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真的会莫名其妙笑一下。娘，您不管管他吗？大嫂也太丢人了。爹爹素来最是讲究清誉名声，霍家何时在外丢过这么大的脸？霍夫人不为所动，只是望着乔九英若有所思。到目前为止，这疯婆子就没有一句话是犯了规矩的，然而却硬生生把薛定谔给逼疯了。看这架势，似乎还不只是薛定谔。他若是再嗡嗡嗡下去，身后的宾客们也快被逼疯，冲上来揍他了。以前霍夫人没太把乔九英的疯癫当回事儿，总觉得他是意外落水，再加上后天父母长辈的管教不严，才导致他失了智，以至于说话行事口无遮拦，疯疯癫癫。可现在回想起来，乔九英的每一次癫似乎都有迹可循，都不是无的放矢。乔九英总能在疯癫过后达成一些目的，比如把薛定谔的黄金剑坑到手，成功把薛乔两家的矛盾转移到薛霍两家，甚至是转移到他儿子身上，逼得他不得不亲自出手对付薛家。再比如普陀寺之行，乔九英借着清宁郡主一事发癫，趁机把他的脸都给打肿了，偏偏这个行为又解了他的围，救了霍家。他不仅不能对乔九英说什么，事后还得把身上的银两都掏给乔九英作为答谢。霍夫人隐隐有种预感，待会儿集集礼上，薛家是真的有人会倒大霉吃大亏。这疯婆子用疯癫来掩饰心机，降低了所有人对她的防备和警惕，实则满腹算计，睚眦必报，把得罪过她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公子今日身子不适，老奴来陪霍家大奶奶聊，如何？你很懂聊天吗？略懂一二。那你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聊天对象，而不是我这种最好的。这名仆妇人称玉姑姑，其实是薛老夫人院里的。谁料才刚开口说了2句话，玉姑姑就被堵得哑口无言，败了阵。我听说霍家大奶奶才8岁就不慎落水伤了脑子，薛家不可能不知道吧？知道了，还不出于人道，多多照顾客人的特殊情况，反而派名声最不好、情绪最不稳的薛三公子出来迎接。若非霍大奶奶先前反应快，被打满头包的可就是他了。薛家这不纯欺负人吗？就是，若是不欢迎，一开始就不要乱发请帖，专程去的请帖把人请来了，又当众故意针对，还动手，哎，多少是有些难看了。难不成他们家想宴请的其实只有霍夫人这位二品诰命？之所以这么针对霍大奶奶，是想让她知难而退。众夫人的眼神变得微妙起来，霍夫人的眼神也很微妙。来了来了，我就说乔九英不可能无缘无故在薛家大门外发癫，这不就是了？薛家都还没有把他怎么样，反而是他把薛家前来接待的公子和仆妇气得哑口无言，周围的人却像是中了蛊一样疯狂为他说话。我不知道，薛家上来就先捅了自己一刀。众夫人的议论声迅速传到了后院薛老夫人的耳朵里。薛老夫人听完后，气得连咳了好一阵都没缓过来。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大意轻敌了，也开始安排薛定谔在大门外迎接霍家人，本意是想让他跟乔九英和解，至少当着那么多宾客，面子功夫得做足，免得落人口舌，也是想先入为主，给宾客们一个薛家热情好客的初印象。李夫人喜欢红茶，你手上这壶放去那儿。霍夫人最近身子不适，
不宜饮茶，换成蜂蜜水。嘿，这是何小姐喜欢的花露，就放在这桌。这些零嘴放在霍家那桌，霍大奶奶应该爱吃。陶氏手上并无任何纸稿，他只是随意的站在那儿，就对前来参加吉吉礼的夫人小姐们的喜好如数家珍。原本来的就都是女眷，最是顶不住这样的细节公式。亲眼见到陶氏的走先安排后，众人更是瞬间就把薛定谔打人的坏印象抛到了九霄云外，好感蹭蹭往上涨。饶是同样身为当家主母的霍夫人，都被他这强大的操持能力所折服。由此可见，像薛定谔和玉姑姑那样空口白话、虚头巴脑的说再多都无用，真诚才是必杀技。乔九英就被陶氏的细节杀到了，他既没有和尚念经似的烦着陶氏，也没像对玉姑姑那样张嘴就攻击性拉满，只是客气地打了声招呼，然后乖乖坐下，往嘴里塞零食。霍夫人观察到了乔九英与先前大门外截然不同的反应，挑了挑眉。看来乔九英是被薛家派出来的杀手锏给拿捏住了。那头霍夫人喝着蜂蜜水，在暗自揣摩乔九英的心思，殊不知乔九英根本没想那么多，他只是一边嚼，一边琢磨怎么把薛家的零食打包带走。这么重要的日子，薛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激怒乔九英，让乔九英在所有人面前彻底出名的机会，最好再闹出点伤残动静来，一并连累他那宫中的好姐姐乔家月。伤残人员薛莹都定好了，正是她还未出嫁的庶女五姐薛婉。台上薛莹的吉吉礼还在继续，突然有个婆子行色匆匆地跑来，附在薛老夫人耳边说了句什么。众人只见薛老夫人的脸色有片刻变白，但很快就恢复如常，交代了婆子几句，又让中断的吉吉礼继续。尽管薛老夫人交代了婆子封锁消息，但终归还是纸包不住火，被下人传了出来，五小姐薛婉上吊要自杀。这个消息瞬间让官里的命妇们炸开了锅，好端端的吉吉礼上有人要自杀。薛老夫人猛地站起来想控场，却又因为身子骨撑不住，再度坐了回去。她急得胸口直喘，只能用眼神示意站在她旁边的玉姑姑。请诸位夫人稍安勿躁，我们五小姐只是想在屋里挂个秋千，险些伤到自己而已。已经有下人及时发现并救下了她，如今人安然无恙，待会儿还要出来与大伙一起赏花游玩呢。有命妇提出去后院看看，否则要真在吉吉礼上闹出了人命，可不是什么小事。其他夫人也纷纷附和。险恶的人心见多了，很多事都得讲究眼见为实，否则他们来观个礼，莫名其妙就掺和上了一条人命，怎么想都觉得晦气。于是众人不顾玉姑姑阻拦，起身朝着后院而去。乔九英没急着走，她下意识地先去看台上薛莹的表情，就见薛莹咬着唇，既委屈又害怕，是那种事态出乎她预料的害怕。但为了掩饰自己，他又装得分外委屈。这个表情莫名的熟悉，在哪儿见过呢？像是在一瞬间打通了任督二脉。我想起来了，当年乔希云的死，真正的罪魁祸首其实是薛莹。原主8岁那年生辰，乔老夫人送了一只玳瑁猫给他，取名岁岁。某天一大早，岁岁不见了，原主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刚巧那是薛莹在乔家，是他跑来告诉的原主，岁岁在乔希云那儿。原主找过去时，看到乔希云在荷塘边抱着玳瑁猫，慌慌张张不知道要去哪儿，猛地撞到原主。乔希云吓得手脚发软，怀中已经死透的岁岁就这么直挺挺地摔到地上。原主当场炸了。乔希云被原主吓哭，哆哆嗦嗦地解释着不是他害死的岁岁，他只是出来时看到岁岁躺在他院门口抽搐，把他抱了起来，要去归还给原主。可没想到才走到半路，岁岁就咽气了。原主根本不信这套说辞，生气的大声嚷嚷着要乔希云赔他的猫。乔希云只是个小庶女，根本不敢顶撞原主这个得宠嫡女，只能手足无措地站在那儿掉眼泪。她越哭，原主越生气，把岁岁的尸体抱起来就要去找老夫人做主。乔希云害怕老夫人出面，眼泪掉得更凶，紧紧拽着原主的袖子求她
要给他下跪赔罪。谁料他这一拉扯，导致原主没站稳，脚下踩空，身子往后仰。乔希云没想到会生变故，当即吓得小脸发白，匆忙伸手去抓原主。结果便是乔希云不仅没能把原主拉回来，自己还跟着掉进了荷塘。乔希云根本不会浮水，在荷塘里扑腾两下就沉了下去。等府中婆子赶到把人救出来时，乔希云已经彻底断了气。乔老夫人勃然大怒，质问原主怎么回事。原主当时只是个8岁小女孩，哪怕平日里再嚣张，碰到这种事也会怕，整个人都吓傻了，脑子里乱成一团，她全身都在抖，声音颤得不行。乔乔莫怕，你好好跟祖母说，你二姐是如何落的水。原主还没开口，薛莹率先站了出来，脸上的表情错综复杂，害怕、自责和委屈都有。她红着眼眶，声音带着哭腔：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告诉3小姐，碎碎在2小姐手上，那样3小姐就不会去找2小姐的麻烦了。薛莹这话一出，原本心软下来的乔老夫人立马又变了脸色，忙追问她前因后果。薛莹边哭边说，她只是听闻3小姐的猫不见了，找了一早上，又恰好看到2小姐抱着那只猫，这才好心去告知的3小姐。她没想到3小姐会跟2小姐在荷塘边拉扯起来。这番话含糊其辞，并没有直说。原主把乔希云推下了水，可引导性很强，以至于所有人听完后都先入为主的认为是原主干的。原主错失了最佳的解释机会，再站出来澄清，已经没有人肯信他。那个时候薛莹的表情就跟今日吉吉里上的一模一样，玩脱了，导致事情失控闹大，但又觉得自己很无辜，很委屈。原主只是被宠坏，性子骄纵了些，后期还有调教引导的余地。然而薛莹清纯可人的外表下却是个天生的坏种，纯坏。乔九英回忆完，只觉得胸口发闷，堵得慌。霍大奶奶，你不跟去后院看看吗？不去了，我不喜欢看上吊。那你喜欢看什么？我喜欢看人死到临头还在狡辩。霍芊芊竟然秒懂了乔九英的谐音梗，于是原本已经站起来的她鬼使神差的又重新坐了回来。命妇们没去多久就放心折返回来了，一同回来的还有先前被传上吊引起骚乱导致吉吉里中断的5小姐薛婉。场上没有专门给薛婉设席位，她好巧不巧地站在了乔九英旁边，似乎有些不敢看台上的薛莹。薛婉的脑袋垂得很低，手指紧张地绞着衣袖，看不清脸上表情。当着客人的面，薛老夫人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暗暗瞪了薛婉一眼，然后陪着笑脸再一次跟众人解释只是误会一场。大嫂，你说薛家5小姐刚才为什么要故意演一出上吊的戏码？因为她善。霍芊芊没听懂。接下来的流程再也没有意外发生，薛莹的及笄礼总算在众世家夫人的见证下完成了。上次撞衫那件事是我不对，难得霍大奶奶肯赏脸光临薛家，那我今日便厚颜当着客人们的面给霍大奶奶赔个不是了。来了来了，陈年老绿茶来了。1个多月前的事，特地放到自己的大日子这天，当着所有人的面道歉。6小姐这1个多月肯定很难过，肯定是承受了很多的心理压力，茶饭不思，辗转反侧，夜不能寐，肯定还偷偷掉了很多眼泪。你听我的，难过的时候不要想7想8，多想想1、2、3、4、5、6、9。乔九英的话后半段虽然有些颠，但前半段世家夫人们都听懂了，合着这是1个多月前的事儿了。薛6小姐，这中间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我要真有隐情，薛6小姐但说无妨。今日这么多人在场，总有人能为你做主。是啊，小六，1个多月前到底发生了何事？怎的之前从未听你提起过？薛莹似乎是这时才调整好了情绪，缓缓抬头，眼眶里流露出一抹坚韧和倔强。母亲，日头逐渐燥了，喝口蜂蜜水润润喉。这疯婆子是疯了吗？明知道薛莹接下来的话会对霍乔2家不利，她竟然还能坐得住。乔九英没理会霍夫人急得快要屁股冒火的眼神，只是笑看着薛莹。薛小姐，不必理会其他人，你只管放心大胆地说，剩下的交给报应。又是熟悉的疯癫言论，
在大门外就见识过乔九英本性的世家夫人们见怪不怪。薛小姐，很难开口吗？要不要我帮你回忆回忆？也没什么事，只是我之前做了件和好姐妹乔家月一样的衣裳，可我当时只是怕她嫁到霍家后，我们姐妹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时常小聚，这才想着与她穿一样的衣服，算作我们姐妹一场的留念。可我哪里想到，那衣服竟是她为入宫选秀准备的。薛六小姐刚刚说谁要嫁入霍家？她的新娘服还是我帮着定下的款式，只是没想到世事难料，月姐姐竟然一转头入了深宫。薛莹竟然就这么在大庭广众之下捅了出来。不是这样的。大嫂，你说句话呀，现在该怎么办？乔家长女入宫前竟然有过婚约？不对啊，宫中派人前往各地初选的时候，是会先调查秀女家世背景的。按理说，如果有婚约，初选就过不了。那乔家长女是如何蒙混过关的？总不能是参加了初选再有的婚约吧？这完全没可能。报了名参加选秀，再跟外男有婚约，这可是欺君之罪啊！对不起，我是不是说错话了？小六，你说的可都是真的？薛小姐不敢说，那我来给她作证。我证明，薛小姐说的都是真的。我长姐乔家月的确险些嫁入霍家，而且险些娶她的是霍家二公子，也就是我如今的小叔子霍寻。乔九英，可你们知道为何最后成亲的是我和霍家大爷吗？霍大奶奶能把话说得具体一些吗？因为我和霍大公子在赌坊赌输了，互相把自己的长姐二弟抵押给了对方。众人直接被他的话给镇住了。我和霍随当初只是一时上头，意气用事，结果回家后就各自挨了一顿胖揍。我爹怕影响家族声誉，将来对我长姐不利，霍家显然也是这么想的，所以霍老爷没多久就让霍夫人找媒人上门提亲了。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诸位若是不信，我和霍随当初立下的字据，今日刚巧带了，就在我婆母手上。乔九英说着，目光转向霍夫人。母亲，让今日的主人翁薛小姐先看吧。大哥和大嫂何时立下过字据？霍夫人却是瞬间明白过来，乔九英绕了那么一大圈，就是为了等在这儿，要他顺理成章地把饼送到薛家人面前。霍夫人暗暗庆幸，那些证据他都做了拓印，有备份，就算薛家待会儿不要脸，当众撕毁也无济于事。乔九英一脸从容的模样，看得薛老夫人眼皮突突直跳，心中预感也不妙。她年轻时候就无数次在死对头乔老夫人手上吃过亏，到现在一把年纪了，若是今日还栽在那老霍的孙女手上，让她老脸往哪搁？祖母放心吧，就算霍家有备而来，那也只是临时伪造出来的证据，翻不起风浪的。在众人好奇的目光注视下，霍夫人站起身，从怀中掏出一张羊皮纸递给了薛莹。薛莹原本只是想看看乔九英死到临头还能翻出什么花样，可仅仅是随意的一瞥，就让她呼吸停滞，脊背发凉。薛老夫人就站在薛莹旁边，眼皮一耷拉，也看清了那张所谓的字据，上面压根不是乔九英和霍随互相抵押堂姐兄弟的协约，而是罪证，是薛家受贿，为了让银子见光，开地下钱庄洗钱的罪证。薛老夫人眼前一黑，本就不太硬朗的身子骨颤颤巍巍，仿佛下一秒就要散架。薛莹更是满心的难以置信，可为了不让旁人看出端倪，她只能轻咬着唇，尽量让自己保持着冷静。霍夫人敏锐察觉到了这对祖孙的表情变化，脸上保持着一贯的得体假笑。唉，我这继子儿媳太过顽皮，捅了个大娄子，但好在没伤及旁人。我也是为了防止有心之人添油加醋，在外乱嚼舌根，辱我霍乔两家清誉，这才不得已将他俩的字据随身携带。薛小姐觉得呢？这是威胁。乔九英果然不一样了，竟然学会了联合她婆母来威胁薛家，是我轻敌了。我还想说呢，乔美人怎可能在入宫前有过婚约？原来只是误会一场。我家小六心思单纯，
想来他也是不知全貌，一时误会。好在今日到场的诸位夫人都是通情达理的，没闹出什么乌龙。这份字据，老身向后言向霍夫人讨来保管，往后谁再敢乱传乔美人的谣言，我薛家第一个不同意。不知霍夫人意下如何？在老夫人跟前，我只是个小辈，为人处事到底是不够面面俱到。您若是愿意出面为霍乔两家证明，那晚辈自然是感激不尽。薛老夫人一听他如此爽快，便知这证据不止一份，心顿时又往下沉了一截。算计人没成，还把自家给搭了进去，简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他气得心头呕血。至此，霍夫人一直担忧的那件事彻底化解，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他感觉自己从头到脚松快了不少，再看乔九英都觉得顺眼了。站在他们旁边的薛婉还是头一次见到薛莹算计人，结果踢到了铁板上，伤敌1000，自损1200。看了眼薛莹哑巴吃黄连的表情，再看看坐在那儿闷头只顾吃的乔九英，薛婉若有所思。若是能结交这位霍大奶奶就好了。被薛婉惦记的霍大奶奶已经把陶氏2次给她添的零嘴搂走，跟着众夫人吃席去了。原来大嫂当初是在这么不情不愿的前提下嫁给我大哥的啊。那你原本想嫁的人是谁啊？小时候我幻想过，将来要嫁给一个超级有钱的富豪。长大后呢？长大后想让富豪揍我一顿，然后赔我点钱。再然后呢？再然后我嫁了一个啥也不是的夫君，陪他挨了顿揍，还在寺庙饿了3天。虽然精神上变得贫瘠，但物质上也毫不充裕，可谓是两败俱伤。从薛家回来后，霍夫人对乔九英的态度有了些许转变。之前是按府上规矩，月钱、香料、脂粉、布匹、吃食等照份例给婉香居。最近霍夫人自掏腰包，不仅单独给婉香居加餐，还给乔九英打了一套足金首饰。乔九英欢喜的照单全收。看来你和咱继母的关系处得不错。谁让咱继母懂我呢？纯爱打动不了我，但是纯金可以。看来纯金不仅能打动他，还能让他两眼冒光啊。大爷，明儿的考试还要准备什么东西吗？明天考试？月考。前2日吃饭的时候你提起过啊，是吗？时间过得真快。嗨，我不记仇，你下次说的时候大声一点。见霍随沉默下来，乔九英不禁反思，自己忽略这个便宜夫君太久了。那什么，你考试需要我做什么吗？谱一点没关系，谱太多就算了。倒是真的有事情请你帮忙，姐姐和外甥明日要入京了，你去帮我接一下，旁人我不放心。霍随的嫡亲姐姐霍宁玉，乔九英没见过，对她也知之甚少，只是从霍随的奶娘方姑姑口中得知，霍宁玉当年不远千里从京都嫁去了蜀地。方姑姑没敢说，当年若非老爷心软下来，备了丰厚的嫁妆，跟着大姑奶奶走，大姑奶奶和那位没见过面的大姑爷就要被定性为私奔了。前去接霍宁玉回京的下人来信，说一早入京。乔九英便起了个大早，洗漱过后吃了早饭，被锦心搀扶着上了马车。今日没带温嬷嬷，带的是霍随的奶娘方姑姑。方姑姑是霍家老人，认得霍宁玉。路上，乔九英回想起霍随昨天说一同来的还有外甥。那位表少爷多大了？方姑姑还没答话，马车突然一个急刹，停了下来。怎么回事？车夫也不清楚，急忙下去查看。不多会儿，他折返回来，说前方出了点意外，通往城门口的路被堵了，眼下要么等，要么只能绕道。若是绕道，那就得多出一半的路程。方姑姑看了眼乔九英，只见他捂着后脑勺坐在那儿，显然是先前撞得不轻。前方到底出了什么意外？能帮忙吗？好像是有个孩子迷了路，恰逢肃国公世子路过，被小孩给缠上了。先天吃瓜盛体的乔九英一听，顿时来了兴致，3两下掀开车帘子，都不等车夫拿脚蹬垫着，他直接就蹦了下来，然后脚步匆匆朝着人多的地方而去。来，全体目光向我看齐，我宣布个事儿。众人一听这死动静，纷纷转过身，回过头，刹那间无数双眼睛齐刷刷落在乔九英身上。诸位，当你们用震惊、怀疑、好奇、探究的眼神看向我的时候，
你们就会发现我说的全是废话。小娃，你是哪家的？我是我娘亲家的。你娘亲是谁？等你以后小了就知道了。江世子，这小娃娃真的不是您的私生子吗？围观的百姓越看越像，有人忍不住高声发问。江令周没搭理。长生，娘亲，以后不可以再到处乱跑了，听到了没？娘亲，那里有个人跟我长得好像，他也是娘亲的宝宝吗？霍宁玉很疑惑，却在抬头看清江令周的模样时瞬间怔住。当年他的确是爱上了一个书生，可就在书生准备来霍家提亲的前一晚，他休养身子的庄子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对方身着夜行衣，浑身是伤。霍宁玉出于好心，仔细为他包扎了伤口，却没料到男人不仅受了伤，还中了药。起初尚有理智的时候，男人还能通过手撕伤口的方式让疼痛保持清醒。渐渐的，欲火烧旺，他整个人陷入了混沌，一把将霍宁玉抱入怀里，抚唇便狠狠吻了上去。这一夜过后，霍宁玉便深知自己与书生再无可能，他不得已传了信，说了好些绝情的话，要与书生决裂。可奇怪的是，书生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再无回信，更是从此杳无音信。不久后，霍宁玉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他不敢继续待在京都城，怕连累父亲，更怕败坏了霍家名声，于是开始闹绝食，说什么也要嫁去蜀地。他想借此机会彻底离开京都，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放着那么多门当户对的世家子不嫁，要去嫁个连霍家门都不敢登的穷书生，霍老爷被他气了个半死，但有霍夫人从中掺和，霍老爷最终还是心软下来，为他配了嫁妆，体面从京都出城。至此，所有人都以为霍宁玉远嫁去了蜀地，包括霍随。霍宁玉的确去了蜀地，但实际上他只是找了个能安心休养的地儿安顿下来。他从小身子骨就弱，大夫不建议滑胎，这个孩子只能生，生产时伤了身子，落下病根是真的。但书生在他怀着身孕出意外死了，公婆伤心欲绝，相继离世的那些话是他编造出来的，为的就是让远在京都的父亲安心。本以为在蜀地待了4年，他早已成功渡上远嫁女的身份，再回京都不会引人怀疑。怎料刚到第1天，儿子就跟这个人碰上了。霍宁玉心底恨意翻涌，手上动作却十分轻柔，在小长生脑袋上揉了揉。乖，娘亲没有这么大的儿子，应该是孙子辈的。当了20年淑女，头一次用这样的方式将心底怨气发泄出来。霍宁玉觉得全身舒畅，牵着儿子回了马车上。一旁的方姑姑眼珠子都快惊掉下来，这个和江世子长着同一张脸的小家伙，竟然是大姑奶奶的儿子。乔九英一脸地铁老人看手机的表情，看看小家伙，又看看江令周。3秒后 CPU 成功被干烧。随着霍宁玉和陆长生的离开，先前围得水泄不通的百姓逐渐散去。乔九英追了2条街才追上霍宁玉的马车。霍宁玉没见过乔九英，因此在他的视角里，现在是被一个陌生女子拦了去路。乔九英为了给这位姑姐留下个最完美的初印象，还特地在脑子里排练了好几遍。怎料这精装的脑子和毛坯的嘴没配合上。他原本想说的是姐姐好，我是霍随刚过门的媳妇儿，这是给外甥的礼物，结果一张口就变成了姐姐好，我是霍门刚过的媳妇儿，这是给外甥的遗物。方姑姑实在是绷不住了，憋着笑走过来。哎呦，看把我们大奶奶给紧张的。霍宁玉认出了方姑姑的声音，紧绷的面色才松缓下来。方姑姑，大姑奶奶可算是回来了。方姑姑走到车窗外，对着霍宁玉行了个礼，言语间颇多感慨，说着又给霍宁玉介绍，这位是大奶奶，大爷刚过门的新婚妻子。乔九英终于找到机会自我介绍，荣安伯府乔九英。这么一说，霍宁玉反应过来了，这个弟妹先前应该是准备自我介绍给长生送见面礼来着，结果嘴瓢闹了乌龙。他有些好笑地抬起袖子掩了掩唇，随后带着小长生下了车，让儿子给舅娘见礼。小长生奶唧唧地喊了声舅娘，乔九英便把一早准备好的见面礼给了他。
小长生收下礼物后道了谢，仰着小脑袋看乔九英。你还有话要对舅娘说吗？等我老了，我也要像舅娘那样胡说八道。臭小子，又来！霍宁玉正准备纠正他这胡言乱语的毛病，就听乔九英说：“那等我小了，我也要像小长生一样可爱。”乔九英显然是第一个会这么接小长生话的人，小家伙瞬间对他产生了好感，把礼物盒递给娘亲，然后双手捧着自己喝水的葫芦要给舅娘嘬一口。霍宁玉满心诧异，他这个儿子虽然不会在陌生人面前露怯，但警惕性很高，从不轻易跟人示好。脖子上挂着的玉葫芦瓶一直是小家伙的宝贝，他还没给除了霍宁玉之外的任何人碰过。乔九英也没想到自己随意的一句接话，竟然在无意中提升了小外甥对他的好感。为了不让小家伙失望，他只好弯下腰，嘴一撅，像模像样的在玉葫芦瓶上嘬了一口。小长生心满意足地塞上塞子，然后再一次被他娘抱回马车上。一行人重新启程，朝着霍府方向而去。霍正廷今日在内阁跟其他同僚因为意见不合争论的脸红脖子粗，心里憋了一口气，到家时还在懊恼白天没发挥好。他心事重重，没留意脚下，因此也没发现自己的腿不知何时被个奶乎乎的小团子给抱住了。霍正廷猛地停下脚步，生怕一个用力一脚将这小家伙踢飞。他蹲下身，跟奶团子大眼瞪小眼：“小家伙，你是哪家府上的？”已经到了当爷爷的年纪，却还没有个爷爷的名分。霍正廷现在看到别人家的孙子都喜欢的不行，他那大儿是个木头，到现在都没跟儿媳妇擦出点火花来。那还没投胎的孙子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与他见面。陆长生抱着霍正廷的腿不放，嘴里软乎乎的喊着：“外祖父，外祖父，打了我就不能再打娘亲了哟！”小家伙说着转了过去，用小肉手撑着，趴在地上撅起小屁股等挨打。外祖父！霍正廷微愣，正当他走神之际，身后传来一声恭敬的爹。霍正廷的脊背僵住，眼窝子发热。4年了，整整4年的时间，他没有一天不再想这个女儿。可一想到女儿当年为了个毫无担当的男人闹绝食，甚至不惜跟他这当爹的撕破脸，霍正廷又咬咬牙，把情绪都憋回去，站起身时面色冷了几分。你不在蜀山好好待着，回来做甚？霍宁玉早料到了父亲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上前来对着霍正廷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当年是女儿鬼迷心窍，才会一时糊涂远嫁他乡，与亲人分离，女儿不孝。霍宁玉如今的庄重成熟，与当年以死相逼，非穷书生不嫁时的执拗判若两人。霍正廷心里当然是万分欣慰的，可他又怕这一切只是镜花水月，怕女儿回来后还会跟当年一样拿别的事来逼他同意。你这次又有何事？我自然是有事求爹才回来的。果然如此，霍正廷又气又失望，就连声音都透着无力。又是为了谁？霍宁玉抬头对上父亲失望的神色，语气郑重道：“为了我们母子。”什么？霍正廷满脸错愕。今后我想留在京都，可在我能自力更生之前，还望爹爹能收留我一些时日。玉儿，你真不走了？霍正廷有些难以置信。霍宁玉垂眸：“夫君横死，公婆亡故，那个地方对于我而言，不过是个伤心之所罢了。我总不能一辈子抱着夫君的牌位以泪洗面，我还有儿子要抚养，还有爹爹要孝敬。”这话听得霍正廷心里暖暖的，激动的手都在发抖，可他面上却是不显，只是不冷不淡的哼了一声。你那是诚心想留下吗？霍宁玉刚想解释，又被霍正廷打断。你要是真想留下，为何不知霍府便是你的家？你在你自己家里，还用得着谁收留你？霍宁玉他在蜀地学会了配香料，回京后打算跟父亲借些银子，盘个香料铺子，做些营生，不求荣华富贵，只求养好身子，和儿子安稳度日。见过霍正廷，霍宁玉才去见的霍夫人。霍夫人对霍宁玉的那些客套话倒不是很在意，他的目光全程落在小长生身上。听前去蜀地接霍宁玉的人回来说，表少爷因为长了一张和肃国公世子相似的脸，刚入京就碰到江令洲，
然后引起了一场轰动。这是相似吗？这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好吧？回来就好。先前你父亲交代过了，往后你就住在府上，每月分利10两银子，和你的弟弟妹妹们一样。10两银子太少了，可他现在是个病体，每日都需要服药，那些药又都不便宜。你的药啊，今后会专门有人从江南送来。江南？那不就是林氏的娘家？林氏能这么善良大度，自掏腰包给我养病？今日考得怎么样？霍随沉默片刻，似乎是在斟酌怎么说。没关系的，你若是觉得自己又怂又废，答不上题，请不要悲伤，不要难过，你还有很大希望。霍随抬起头，想确认一下今日的太阳是不是打东边落下去的。疯婆子竟然会安慰人了，至少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霍正廷是个独苗，因此霍家5进的大宅院只住了他这一房，还有好几处空院子。霍夫人给霍宁玉安排了环境最为清幽的松涛院，又另外给他安排了几个仆妇丫鬟伺候。霍随原本想自己去的，临出门前他忽然改了主意，把乔九英给叫上了。那什么，和你一起去见姐姐，有什么要注意的吗？都是自家人，没必要太拘束，你想做什么就想。好，低情商少动少说话，高情商想做什么就想。二人到达松涛院的时候，隔着老远就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草药味儿，是院里的仆妇在给霍宁玉煎药。霍宁玉坐在廊下，怀中抱着玩累了熟睡过去的小长生。姐，你的身子如何了？这几年一直在调养，大夫说气色已经恢复了许多。现在这虚弱的模样已经是恢复了许多的状态，往后你的药会有人从江南送来，你就安心待在府上养着。霍随说着，从袖子里掏出了几张银票递给霍宁玉。这些钱你收下，往后还有要用钱的地方再跟我说。阿随，我有钱，我已经同父亲说了，准备盘一家香料铺自己经营，往后能养活我和长生。倒是你都已经成家的人了，皮不得孑然一身的时候，银子要多多花在弟妹身上才是。霍随本想反驳，可他突然想起来，上次霍芊芊从薛营的集集礼上回来，跟他告状，说乔九英说了，小的时候幻想嫁个有钱的富豪，结果长大后嫁了个啥也不是的夫君，还说他虽然精神上变得贫瘠，但物质上也毫不充裕，最后把自己的婚姻总结为两败俱伤。这话总结的倒也没毛病，但霍随就是听着哪儿都不得劲。阿随，听闻你已经入学国子监了，姐姐很高兴，那等你能独当一面的时候，你给多少，姐姐就要多少，好不好？霍随抿唇，视线转向他怀中的小家伙。小家伙都3岁了，舅甥俩今日还是头一次见面，似乎是被几人的说话声吵到。小长生刚好在这时揉着眼睛醒了过来，霍宁玉顺势让他喊舅舅。小家伙明显有起床气，嘟着小嘴儿不肯说话。霍宁玉有些尴尬，忙解释说儿子认生。小长生却挣脱霍宁玉的手，站稳后跌跌撞撞朝着乔九英跑去。乔九英生怕他跌倒，第一时间蹲下身将人扶住，但还是晚了一步。小家伙重心不稳，一个前扑，一头撞进乔九英怀里，脑瓜子嗡嗡的，差点原地入睡。乔九英望着晕乎乎的小长生，没忍住扑哧笑出声，跟霍宁玉说了声带小家伙去玩。乔九英自信地弯腰去抱他，岂料没抱动。好家伙，吃什么长大的，这么沉。正当他2次弯腰要去抱小长生的时候，一只修长的手臂伸了过来，